姐妹二人穿越古代，开局就被太子追着打。其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我靠，婉婉，我们这是穿越了。公主，大小姐，婷婷，没事吧？没事儿。听到太子的声音，这具身体产生了应激反应。印象里原主真的挺怕太子这个大哥的，不过咱终归还是和古代人不同的，不然那么多不宫斗剧，咱岂不是白看了？对付太子这种直男，不能硬刚，咱得用计谋，对吧？祝你好运。婉婉，要不咱们接着逃吧？苏婉婉正打算抬手敲一敲季思婷的脑袋，一抬头看到了站在季思婷身后的墨色身影，锐利的双眼冒着花，黑的都要滴墨的脸色，还有周边不断涌现的冷气，可见这人现在的心情有多么糟糕。婉婉，我越想越觉得可行，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想去哪啊？去哪都行啊，正好这大好河山咱还没见过，咱们喝小酒看帅哥，茶楼小馆，画舫一夜游，去他的皇宫，去他的公主，到时还不是天高任我飞。季思婷说完，苏婉婉明显感觉周围温度明显又降了一个度。季思婷，太子哥哥，你别过来，冷静冷静，冲动是魔鬼，不能使用暴力。哥，有话好好说啊，怎么能一言不合就动手呢？不是天高任你飞，你飞呀，继续飞啊！不飞了，还不行，飞也飞不动了啊，翅膀都敲断了。太子哥哥，停手吧，我错了，婉婉，快来救救我啊！太子殿下，想来公主也是认识到错误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快些带公主回宫，莫让皇上担忧才好。印象中，这是季凡尘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苏婉婉说话，和风细软的声音让他有一瞬间的停顿。虽然此刻苏婉婉的发饰衣衫全然谈不上整洁，但却令季凡尘的心似被羽毛一般拂过，原本的愤怒也平息了不少。也罢，回宫，苏小姐也跟着一起回宫吧。苏丞相也一直在父皇那里等着了，别以为我没看到你全程看热闹的模样。一会儿到大殿上，希望你还能这般愉快。就有一种吃瓜吃到了自己头上的感觉。不过我说婉婉，太子站我身后，你怎么也不提醒我一声？你还说我眼睛都要眨抽筋了，你那完全无动于衷。太子知道是我在给你使眼色，不知道还以为我抽动症犯了呢。我婷婷，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俩今天是啥命运，一会儿可就看你的了。你们这是？父皇，婷婷回来了。婷婷以为再也见不到父皇了。父皇，婷婷知道错了。太傅，学生知道错了，没有完成太傅规定的课业，还逃学，在山上滚落时，学生就想清楚了，可能这就是我的报应。如果我能侥幸活命回来，以后一定好好完成太傅交代的功课，绝不再敷衍了事。太傅再给学生一次机会可好？半日不见，公主怎么还改变套路了呢？苏丞相，都怪我太任性了，硬要拉着婉婉姐姐和我一起逃学，害得婉婉姐姐一起遇险，差点儿回不来了。苏丞相千万别怪婉婉姐姐，要怪就怪我吧。公主言重了，老臣不敢，公主平安回来就好。听了季思婷声情并茂的悔过，季恒原本所有的火气这下是真的没了，毕竟是真心疼爱的女儿，经此一事能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那么诚心的悔过，也算是有所收获。门外皇后宫中的主管太监求见，说皇后身体不舒服，想请皇上过去看看。皇后怎么了？可有叫太医诊治？皇后说只是头疾发作，没有大事，休息一下即可。罢了，朕去看看吧，这里太子看着处理吧。朕先去看看你们母后。苏婉婉和季思婷原本已经在眼神庆祝了，看到这等变动，直接呆愣在了当场。此事由安和任性逃课而起，虽然已经得到了教训，但是错了就是错了，加上不但是位侍女，险些遇险，更是错上加错。所以从即日起，安和禁足半月，抄写心经10遍，以观后效。太子哥哥，你之前都罚过我了，可不可以原谅我这一次？15遍，每日1篇，半月禁足期满，交于我，抄不完就别想出你的朝阳宫。至于苏小姐，还望苏丞相回去严加管教，本宫暂不多加干涉了。太子放心，老臣回去一定严加管教。今日多谢太子救小女于危难，老臣感激不尽。穿越古代成为丞相嫡女，开局就被罚跪祠堂。我的公主啊，你可算回来了，奴婢求求你，下次再去哪把奴婢带上可好？好灵儿，你家公主，我这不是好好的，快点去打些热水来，要是再不沐浴，我可就真不好了。呸，什么不好了？公主别乱说，奴婢这就和双儿去准备热水。
太子爷怎么可以这样啊？以前虽说管教公主也很严格，可也没有到动手惩罚的地步啊。公主皮肤娇嫩的，这得好生养上好一阵了。季思婷这里过得开心，苏婉婉就没有那么幸运，亦步亦趋的低头跟在苏檀后面，偶尔抬头看看苏檀的脸色。苏檀向前走着的脚步忽然停下，扭头想要斥责苏婉婉几句，苏婉婉也忙停下脚步，低头倾听，端的就是乖巧可怜的模样。丞相夫人柳苑自听到苏婉婉遇险的消息后，就一直坐立难安。此时看到苏婉婉回来，更是双手合十，嘴里一直念叨着菩萨保佑。姐姐还好吗？怎搞得如此狼狈？可有哪里受伤？姐姐没事。姐姐，你到底怎么想的？出门怎么可以不带侍卫和侍女呢？这样有多危险，你知道吗？要是真被人拐了卖了，我们上哪找你去？荒郊野外，要是太子爷没有及时找到你们，遇到山野猛兽，可如何是好？这是哪里来的二缺？拜托，不会说话就别说。这个时候说这些，确定不是看我死的不够快，来加火添柴的？姐，我说的不对吗？你那是什么表情？怎么还做鬼脸呢？你不知道母亲在家里都担心坏了。闭嘴吧！跪下。这个仇我记下了，等度过这次危机，一定要给你这个12岁的小屁孩一点教训。苏婉婉，你是嫌你爹命太长是不是？所以你打算早点气嘎我，还是早点下嘎我？不是，哪能呢？爹您可别这么说，您还得长命100岁呢。为什么和公主一起逃学？公主心情不好，我怕她一个人出事。那就跟着公主一起胡闹，不能劝着公主一点儿。劝了呀，没劝住。为什么不带侍女侍卫？可能没来得及吧。那照你这么说，你一点儿错都没有呗？这个问题我会答，讲了一路就等着回答这个问题了。不，女儿错了。身为未来太子妃，没有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太子为难，视为不仁；陪着公主逃学遇险，未能劝住，视为不义；让家人父亲母亲为我担心，视为不孝。女儿真的知道错了。苏婉婉，给我滚去祠堂跪着！明日4时前要敢离开祠堂半步，我打折你的腿！你们谁要是敢给他送吃食，后果和他一样。各位苏家的列祖列宗在上，小女苏婉婉前来打扰了，各位莫怪，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进来这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这里。总之，今天要在这里叨扰各位一晚，还请各位见谅，谢谢。电视剧里不都是演的主人公被罚跪祠堂，都有个丫鬟啊、亲人啊，不顾一切偷偷来给送吃的吗？果然都是骗的。唉，姐姐，你怎么来了？姐姐，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啊？别哭，不就是跪祠堂吗？我3天2头来跪，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别哭了好不好？姐姐放心吃吧，我看到父亲房间熄灯后才出来的，只是厨房里只有些许冷菜，吃了对身体不好，就只拿了这几块糕点，姐姐勉强填肚子吧。你怎么来了？不怕被发现受罚吗？不会的，这条路我熟，我3天2头被罚跪祠堂，慢慢的顺安就找到了这条小路，从没出过问题。我估计你也会饿啊，就过来了。脑子不怎么好使，心倒是好的。你说谁脑子不好使了？我不顾一切来给你送东西，你还说你才脑子不好使呢，你全家都脑子不好使。这个被子是我盖过几次的，很干净，夜里凉，盖上点儿，别冻风寒了。让你说话不分场合，让你胡说八道，火上浇油，气死你，小屁孩！姐妹2人穿越古代，然后又挨打了。我们玩扔纸飞机比赛吧。这本书是太子拿来给公主日常学习的，这样真的没问题吗？飞得最远的有赏，飞得最近的有惩罚哦。赏吗？就赏1两银子，罚吗？就罚3个手板子好了。好了，听我说，拿着折好的飞机过来，我们站在一条线上，这里就是起点，然后像这样快速的飞出去，等它落地，我们来分胜负。是我不懂这个时代的规则吗？禁足期别人是可以进来探望的吗？跟我到书房来。太子哥哥，这时候倒是装的乖巧，刚刚那个大喊大叫的也不知是谁。有您这尊释放着冷气的大佛在，谁能笑得出来？站过来，离那么远做甚？太子哥哥，你特意过来有什么事情吗？来看看你，今日可还好？
嘿嘿，挺好的。太子哥哥你那么忙，还惦记着我，婷婷真的太感动了。太子你真是太好了。这丫头这几天玩疯了，要是再不给她紧紧皮，等禁足期过了，放出去还不知道要惹出多少事来。说说吧，这是什么？纸飞机啊，太子哥哥你看，用手一扔，它就飞起来了。你来解释一下，这个纸是哪来的？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论语》。记起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我想说太子哥哥送我的书可真好，纸张质量好，折纸飞机大小也刚刚好，好到直接用来折纸飞机了。我有没有和你说过，可以玩，但不可以玩物丧志？说过。哪只手撕的？把手伸出来。太子哥哥，我是右手撕的，可是可不可以不打？我还得抄心经呢。正好，把你抄的心经拿出来，我看看。果然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啊！没抄。太子哥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撕书了，我一定好好抄写，我明天一早就抄，我一会儿就抄，行不行啊？晚了，你要是再敢退一步，数量就翻倍。季思婷的伤足足又养了5天，这5天她什么事都没做，每天就是吃饭睡觉上药，闷了就逗灵儿。不是她不想做，她是真的怕季凡尘再给她来个突击检查。太难了，这毛笔完全是不听使唤。公主，要不喝点茶水休息一下？灵儿，我饿了，我要吃豌豆黄、桃花酥还有牛乳冻。可是公主用过早膳还不足半个时辰呀。灵儿姐姐，鞋子是要消耗能量的，你家公主现在能量马上耗尽，必须补充能量了。瑞王殿下吉祥。婷婷好兴致呀！今日求得母后同意来看看婷婷，以为会看到一个忙碌抄经的身影，没想到在这里躲懒呢。二皇兄，婷婷今日怎和皇兄如此生疏？嘿嘿，好久没见二皇兄，我这不是有点激动吗？对了，方才二皇兄说是从母后那过来的。是啊，今日给母后请安。提及前几日你被太子皇兄责罚，母后也很担心你，让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手可是好全了。没什么事儿了，二皇兄你看，不红也不肿了。你呀，胡闹起来真是可以，着实该打。哎呦，额头都给戳红了。二皇兄你怎么和太子哥哥一起欺负我呢？你还说你当二皇兄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呢？行，二皇兄不和太子皇兄战一波，那你跟二皇兄说说，太子皇兄罚你的经书抄了多少了？哎呀，二皇兄，这天儿还能不能愉快的聊了？行了，走吧，带二皇兄去看看。二皇兄是来帮你的，又不罚你。二皇兄，你一定要帮帮我啊！这毛笔在手里就像故意和我作对一样，我让他上呢，他偏不上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知道了，早让你读书练字的时候干嘛去了？二皇兄，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保证好好读书练字。现在怎么办啊？求二皇兄给我指条明路吧，只有你能救我了。季文博拿起笔，按照季思婷字迹的大概尺寸，一个字一个字开始抄写。不足1刻钟，季文博便抄好了整整1篇。晾干字迹后，平铺于桌面上，再取出另一张宣纸放于其上。宣纸很薄，此刻很清晰的就可以看到季文博书写的每一笔。哇，这也太赞了！谢谢二皇兄。别高兴得太早，毕竟对于你来说，15遍不是小数目。要是还像刚刚在院中那般偷懒，那什么方法也都没有用。不会的，不会的，婷婷保证这几天认真抄写，不辜负二皇兄的暗中帮助。行了，时辰也不早了，快去用午膳吧。午膳后抓紧抄写，二皇兄就先走了。完成了，终于完成了。灵儿，快把抄写的经书整理一下，让小路子给太子哥哥送去。你家公主已经忍不住要去呼吸朝阳宫外的空气了。唉，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苏姐姐，你来啦，好久不见呀。安妹妹，好久不见。苏姐姐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刚刚看到苏姐姐的座位了，在第1排的那张桌子。怪怪的感觉又来了。苏姐姐，苏姐姐，你怎么啦？没事儿，安妹妹，忽然想到了一点事情，出神了。谁知道是想事情还是不想理我们啊？怎么苏小姐每次和安和公主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出神呢？威尔也没问什么高深的话题，怎么就让苏小姐如此费力思考啊？哦，对了，听闻前些日子苏小姐和安和公主遇险了，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把头碰出问题了吧？要是那样，我看苏小姐这个未来太子妃还是赶紧退位让贤吧。哟，本公主说怎么刚刚一直打喷嚏，我当是谁在背后议论本公主呢？原来是钟小姐啊。
安和公主说笑了，臣女哪能背后议论公主呢？是吗？那我怎么听见钟小姐说前些日子本公主和婉婉一起遇险呢？怎么钟小姐，你这是希望婉婉出事呢，还是希望本公主出事呀？没，臣女只是想关心一下公主和苏小姐。关心到诅咒我们出事的地步，那找机会我们也这样关心钟小姐一下。就是要是万一我们说中了，钟小姐可别感谢我们啊。所以奉劝钟小姐说话要动脑，诅咒当朝公主的罪过，钟小姐如果不知道，可以找家父去探讨一下。最后一句话送给钟小姐，心直口快不是你的错，满嘴喷粪就是你的不对了。婉婉，我们走，这里空气太臭了，我们换个地方聊天。婉婉，我刚刚表现的怎么样？身份适应很快呀，我的公主殿下，这才几天都学会以拳压人了。那必须的，这叫与时俱进。你看刚刚钟雨晴那个样子，我给他几个胆子，看他是敢承认背后议论我，还是敢承认背后诅咒我。上纲上线吗？谁怕谁？被人当了枪使而已，不足为惧。你是说他今日也没露出什么马脚，他能装那么久，且看看他的目的再说。他针对你能有什么目的？八成就是冲着太子哥哥呗。宫斗里不都是这么演的？那要是这样，如果有机会让他在太子哥哥面前毕露原形，那可真是打蛇打七寸了，耍歪歪了。嘿嘿，落水了，落水了。钟姐姐，什么事情你如此想不开啊？为什么跳湖啊？有没有人啊？快来救救钟姐姐啊！不要，婉婉，怎么回事？太子哥哥，你救救婉婉，救救婉婉！婉婉跳下去救人了，在那个位置沉下去不见了。在这等着，灵儿、双儿看住你们公主，要是她靠近湖边一步，我为你们试问。婷婷，你是不是傻？谁让你跳下去的？自己几斤几两，自己不知道吗？不知道别人会担心吗？我这不是没事吗？没事，你这叫没事吗？要不是太子哥哥及时出现，你还能没事吗？你不知道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吗？走，我们去看看钟雨婷，只有她没事儿，才能还原事情的真相。我估计这是肯定是冲着我或者你来的。刚刚谁和钟小姐待在一起？可否和本宫说说具体发生了什么？回禀皇后娘娘，臣女刚刚一直和雨晴姐姐在一起，都是为了臣女，雨晴姐姐才会和苏姐姐发生冲突，而后才会想不开。哦，详细说说。是这样，先前苏姐姐一个人在那边乘凉，我看苏姐姐一个人便过去和苏姐姐打招呼，可能苏姐姐当时在想其他事情，所以对我们的态度不是特别好。雨晴姐姐就替我说了几句话，没想就被好一通指责。雨晴姐姐不开心，到湖边是散心，就跳下去了。臣女不是自己跳下去的，是有人推了臣女一把，臣女才会掉到湖中。皇后娘娘，臣女和苏小姐之间没有任何局龉，相反，臣女这条命都是苏小姐和安和公主救回来的。臣女真心的感激苏小姐和安和公主的救命之恩，请皇后娘娘明鉴。是这样吗？雨晴姐姐，那可能是我误会了雨晴姐姐的意思。不管怎样，雨晴姐姐你没事儿可真是太好了。是吗？那威尔，你当时就在我身边，一定看到了是谁推的我，对吧？雨晴姐姐，你确定是有人推你的吗？我真的没有看到有人推你啊。不可能，我很确定是有人推我的。威尔，你当时就在我身后，一定可以看得到的，对吗？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找到这个人的。此时不仅安威尔进退两难，跟安威尔在一起的几个人也是不知所措，他们不敢出卖安威尔，可皇后娘娘的意思今日也是要追究到底。最终护员外郎的女儿梦琪接收到安威尔的眼神警告，不得已站出来承担了这一切，说自己是不小心没站稳，碰到了钟雨晴，因为害怕所以一直不敢承认。最终梦琪被罚了20板子，赶出了皇宫。这场闹剧终于算是落了幕。李大普，眼前这人穿越古代成为当朝公主，结果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的路上。谢思婷，太子哥哥有话好好说，把尺子放下。你站住，让我抓住你就死定了。纪凡尘刚刚才了解到了事情的所有经过，这丫头要是不先说那么难听的话，也不会被人抓住话头借此生事，哪有后面又落水又跳水的事情。你答应我不动手，我就站住。好，我答应你不动手。替我站好了。太子哥哥，你干嘛呀？一来就要打我，我哪做错了？你说出来，我改还不行吗？好，对于今天的事情，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不可以先回屋里说？就在这说。可是这太影响我公主的形象了。你还知道要公主形象？堂堂公主在赏花宴上跟人去吵架，还满嘴喷饭，这是你堂堂公主嘴里该说的话？不该，不该，不该！太子哥哥别生气，别动手，我不说了，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说了。太子哥哥，那我今天还救人了呢？你救人，那事情还不是因你而起？我那是帮婉婉打抱不平，你俩半斤对8两，都差不了多少，还不是太子哥哥你惹来的烂桃花？这么说还怪我了？不，哪能呢？太子哥哥都不认识他是谁，主要是太子哥哥太优秀了，都不用正眼看他们，只需往那一站，就把他们迷得神魂颠倒了。哪学来这些乱七八糟的？婷婷，你是咱们南秦朝最尊贵的小公主，父皇专门为你开设学堂，请来太傅，又找来朝中位居高位的几位大臣嫡女陪你一起进学，不是让你一定学富五车，只是为了你提高修养，增长学识。太子哥哥不希望你学了那么多，遇到事情还要靠吵架去解决。我在现代学了10几年，遇事还靠吵架呢？不对，不光靠吵架，还要靠打架。听到了，太子哥哥，我知道了，可我不改，能动手的事何必逼逼？对了，我会通知夫子和其他人，明日一早学堂恢复，你给我好好读书去。学堂的位置距离丞相府仅仅间隔了几百米，这感觉真是不错呢。小姐，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时辰尚早，随便逛逛。小桃啊，我说你小年纪，可不可以不要整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啊？陪你家小姐享受生活不好吗？你不觉得早上在院子里散步还是挺舒服的吗？小姐你还小，你不知道你昨日刚刚落水吗？你不知道你该好好休息吗？瞧，嘴上都能挂油瓶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好啦，咱们现在就往回走，我回座位上歇着哈。我姓徐，大家可以叫我徐夫子。今日的主要内容是书写借字，借取革出，禁止之意。古有清规戒律，引以为戒，戒骄戒躁。这是又被揍了。婉婉，你说他是怎么舍得对我这个温柔可爱善良的小公主下如此毒手的？简直是恶毒、残忍、不仁不义、惨绝人寰。安和公主，请你来讲解一下借字的含义。禁止。看这意思，你这挺惨的。婉婉，我跟你说，安和公主，请你说一下借字的书写需要注意什么。怎样？学生刚刚没有听清夫子所讲，烦请夫子再讲解一遍。学生定当认真听讲，感激不尽。既然公主如此恳切，那在下定帮满足。公主请坐。这货是谁啊？婉婉，你有印象吗？没有。哼，不管他是谁，和我安和过不去，我也不能让他好过。我劝你还是冷静行事，毕竟你现在还是伤患，别一不小心来个伤上加伤。万事以先养好伤为重，况且以原主的经验和夫子斗，用阳谋那肯定是万不行的，需要慢慢规划。也是，那我先好好想想，计划，至少得知道他是谁，是不是一直会留下来教课再说。好久没见婷婷了，昨日从你们母后那听说婷婷昨日还救人了。是的，父皇，这丫头竟然除了闯祸还干了件正事儿。来人，去把安和公主叫来，朕要看看朕这个救了人的小公主穿越古代成为当朝公主，然后又朕的婷婷真是长大了。婷婷才不要长大，婷婷就要做父皇永远的小公主。好，婷婷可有什么想要的东西，父王赏给你。父皇，学堂新来的徐夫子是何人啊？婷婷不喜欢他，可不可以换掉他啊？哦，婷婷不喜欢，那不可。父皇，因上次事件让婷婷遭遇危险，儿臣一直担忧，儿臣也是考虑到老夫子可能年事稍高，他德高望重，毋庸置疑，但教学方法可能并不适合婷婷，所以儿臣特意去为婷婷请来的徐子卓。徐子卓本志向不在小学堂，儿臣很是费了一番功夫于其中。徐子卓是老太傅最得意的弟子，学识和天赋自不必说，其父进徐大学士也是为我朝兢兢业业。再者，徐子卓今年18，可以算是与婷婷年龄相仿，儿臣也是考虑了诸多因素才做此决定。子晨便回来，季思婷就一直闷闷不乐。公主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才会这样？难不成被训斥了？不应该吧。灵儿收儿，给本公主换衣、洗漱、上药。雪儿去膳房给本公主提点点心和牛乳。总觉得公主像是在憋着什么大招，只是不知道她到底要做什么，可别弄巧成拙，伤了自己才好。公主，你这要做什么啊？咱不整事儿好不好？灵儿别管，马上就好了。
小鹿子，往左边一点儿。对对，就是这儿。小林子，你扶住了啊！公主，这要是让太子知道，可就惨了。灵儿，你想多了，太子哥哥又不在这，怎么会知道呢？你看现在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放心好了，成功了。小林子、小鹿子，你俩慢慢的放开手哈。双儿，你听，怎么好像不止徐夫子一个人？那安和我就交给子哲你了。答应太子的事情，子卓自当竭尽全力。太子派人知会一声便是，何必亲自跑一趟？今日与文伯去大理寺处理事情，恰好路过学堂，便进来看看。太子哥哥，怎么会是太子哥哥？惨了，怎么办？今日之事，谁可以给本宫解释一番？都不说。好，天庭，你说水桶是怎么跑到门上面的？承认错误。啥玩意儿？是你做的。太子哥哥，是二皇兄做的。这么说，水桶是你二皇兄放上去的喽？不是，是我让人放上去的。你让谁放上去的？可还有其他人参与？太子哥哥，是我做的，没有其他人参与，他们也是听我命令，可不可以不罚他们？得喜，去门外问问朝阳宫的下人，水桶是谁放上去的？来人，朝阳宫小林子和小鹿子在卓华轩门上放置水桶，企图伤害夫子，有悖学堂风气，一律每人重责20大板，就在院中执行。安和公主不遵师长。太子皇兄，安和毕竟是女子，不若回宫后再行处罚。太子殿下，安和公主性格单纯直率，微臣觉得今日公主只是想与微臣开个玩笑，考验一下微臣的反应能力，是否有资格作为公主的老师。相信经此一事，类似的事情在卓华轩不会再出现了，对吗？安和公主。是的，不会了。既然子卓求情，本宫自是没有不应的道理。听听完皮，他日再做出不当事宜，子卓尽管处罚便好。子卓明白，太子放心。既如此，本宫就先带婷婷回宫了。太子哥哥，我错了。我知道。太子哥哥，可不可以不要打我？我知道错了。呜，之前的伤还没好呢。太子哥哥，你原谅婷婷好不好？婷婷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说说为什么放置水桶？我是开玩笑的，太子哥哥，我是和徐夫子开玩笑的。开玩笑的，那是徐夫子为你求情的理由，你当有人会信？我错了，太子哥哥。你错了？错哪儿了？你没错，你错在不知今日我和你二皇兄会去，你应该找个我们不知道时候再放水桶，对吗？不是，太子哥哥，我错了，我不该试图伤害夫子，不该不敬夫子，我下次不会了。不，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那太子哥哥就相信你一次。天庭，尊师重道是我南秦朝历来的传统，作为皇室的公主，你更应该自觉地遵守和维护，知道吗？知道，婷婷不会了。这次的账暂且记着，再有下次就直接翻倍罚，听到没有？知道了，太子哥哥，不敢了。那太子哥哥不生气了啊？太子哥哥不生气了，自己的妹妹怎么办呢？黎大普，眼前这个夫子居然试图教会公主。婉婉，昨日我去见父皇，正巧听闻父皇已经命令钦天监在和你和太子哥哥的成婚吉日，想来不久就会有结果了。怎么样？我未来的皇嫂，哈哈。婷婷，你觉得皇宫的生活怎么样？还好吧。那你之后打算怎样？这个嘛，硬的不行，咱可以来软的呀。婷婷，你想做什么？先和我说说。我呀，打算装傻充愣。婉婉，你觉得可不可行？就是一问三不知呗。对，就是这个意思。我认真学了，可是我不会，看他能把我怎么着。徐子卓此刻虽然看上去在专心的整理书册，可眼睛余光还是会关注到第一排窃窃私语的两个人。看到季思婷不断变换的表情，徐子卓没有觉得不雅，反而觉得季思婷很可爱，很有活力。今天我们讲的是六艺中的礼。礼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概念，周朝讲究以礼安邦，儒家更是非常重视礼制。在古代，礼由简入繁，曾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制度。孔子云：不知礼，无以立也。温小姐，周朝讲究什么？回夫子，周朝讲究以礼安邦。不错，安和公主，儒家更是非常重视什么？季思婷全神贯注等的就是这一刻，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温宁回答了什么。回夫子，我不会。儒家更是注重礼制。知道了，夫子。那么请安和公主回答一下，周朝讲究什么？回夫子，我不会，哈哈哈，气死你！这下徐子卓几乎可以100%确定这个丫头是故意的了。知道了原因，接下来就可以对症下药。看来安和公主对于知识的学习需要多次重复的记忆。太子既然把公主的学业交予微臣，微臣必不能辜负太子的嘱托。以后请安和公主每日午膳过后，未时一刻到青云居，微臣会为公主再次详细讲解。婷婷，什么情况？什么叫太子把你交予他教导？一言难尽，晚点跟你说。婉婉，咱们中午一起去外面吃饭吧。
夫子学生也觉得每日学堂知识学起来有些许难度，可否每日为师和公主一起听夫子授课？温小姐不要妄自菲薄，每日学识温小姐掌握得很好，只需要每日回复后勤加练习就好。好的，夫子。婉婉，你说他什么意思？合着我不如温宁呗？温宁就是妄自菲薄，那我还是装傻充愣呢？谁说我们婷婷不如温宁？我们婷婷又聪明又漂亮，徐夫子真是不会说话。好啦，机会难得，赶紧看看我们去吃什么。去前面的那家醉香楼吧，咱吃就吃最好的。灵儿带着银子了，今天姐妹儿请你吃香的喝辣的。婉婉，咱点个酒呗，咱也尝尝这古代的酒和现代有什么区别。不行，你下午还要回学堂。没事儿的，我的酒量你还不知道吗？就喝一点没事儿的，就像咱曾经校门口吃午饭喝点啤酒一样，下午还不是正常上课。看电视剧时，咱俩不是还说希望可以尝尝古代的锅酒了吗？这机会可不多，咱们就喝点锅酒，度数低就点1壶，咱俩喝1壶，好不好？好吧，事先说好哦，你只喝一点儿，别倒失一点，一点再来一点，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快别贫了，赶紧跟我说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唉，就是那天我想捉弄徐子卓，然后就在卓华轩门上放了个水桶。婷婷，你对徐夫子是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就是讨厌的。婷婷，我只说我的感觉呀，你别着急反驳，可以慢慢想想。我觉得你好像喜欢他。怎么可能？婉婉，你是不是狗血剧看多了？我只说我的感觉，你看徐夫子只说温宁一句不要妄自菲薄，你就开始不爽，这不是典型的在意吗？还有你的一系列行为，我感觉都像是在，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我感觉是有一些引起关注的成分。另外，本身你我都有一些慕强的心理，徐子卓的长相又恰好是你喜欢的类型，所以不可能，我才不会喜欢那个腹黑的笑面虎呢。好，不喜欢，感情的事你自己最了解。不说了，咱们吃饭。雅间里没有外人，苏婉婉便把每个菜都拨出了一些，单独给几个小丫头开了个小桌。穿来这么久，感觉这顿饭醉得我心。婉婉，没酒了，嘿嘿。确实是没酒了，你不是答应我就喝一点的吗？又说话不算话。双儿，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啊！小桃也来帮忙，人多总归办法多。现在未时已过，距离徐夫子让公主到学堂的时间不多了。我想的第一种方式就是派个人到学堂替公主跟徐夫子请个假，只是后来徐夫子会做什么，咱们就不知道了。第二种方法是不去请假，假装公主忘记了就不过去了。徐夫子会不会等不到人就不再追究了？你们帮忙看看哪种方法好一些呢？要不还是去和夫子说一声吧，私自不去是不是更不好？那行吧，你去还是我去？我去吧。灵儿，你留下照看着公主，我去聚就回。离大谱，眼前这个太子居然为了公主的闺蜜，把自己的亲妹妹扔在了酒楼。一路上，双儿都在暗暗念叨着：夫子，我们公主身体不适，先行回宫了，跟您请个假。夫子，我们公主身体不适，先行回宫了，跟您请个假。回夫子，我们公主在醉香楼喝醉了，跟您请个假。双儿察觉到自己说了什么，懊恼的想咬掉自己的舌头。怎么那么没用？想好的词怎么就忘了呢？这下怎么办？我这不是把公主给卖了吗？林某去把太子请来，说我有要事相上，在学堂等他。林林去准备一些醒酒汤，抓紧熬好装罐带过来。是。夫子，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太子，公主会受罚的。此事瞒不住太子，可能太子已经在路上了。确实如徐子卓所说，从苏婉婉和季思婷进入醉香楼不久，季凡尘就知道了。作为京都最大的酒楼，里面自然有季凡尘的人。双儿听到徐子卓的解释后，一时间就感觉更是如遭雷击，呆愣在了当场。季凡尘来得很快，正好凌凌的醒酒汤也灌好送了过来。徐子卓简单和季凡尘交流了一下信息，两个人便向着醉香楼赶去。呀，婉婉，我的裙子被挂住了，我走不动了。呜，你快来帮帮我。婷婷，我的裙子被小狗叼住了，我也走不动了，帮不了你。苏婉婉使出吃奶的劲，打算挣脱掉来自裙摆的束缚，可喝了酒本身也没什么力气，再加上又唱又跳了那么久，脚下一个失力便直接向前倒去。季凡尘眼疾手快的将人稳稳的捞在了怀里，怀里的人肤若凝脂，由于醉酒两颊挂着淡淡的红晕，一双大眼水波粼粼的盯着季凡尘。季凡尘不自觉的紧了紧手臂。婷婷，有超人哎，超人来救我了，把我从小狗的嘴里救出来了。哪有超人？我也要，拿呢？就在这里啊，好帅的超人啊！这五官，这长相，简直是超人中的极品。季凡尘虽然不知道超人还有帅具体是什么意思，但也能感觉到肯定是夸他的词汇。只是现下苏婉婉火红的脸蛋儿，喷着酒香的小嘴，还有那双在他脸上作乱的小手，让季凡尘有一瞬间想直接把他扔在寝殿藏起来。拜托子卓代为照顾一下婷婷。
超人哥哥，我们要去哪里呀？去救死扶伤吗？还是去拯救地球？闭嘴！我知道了，超人哥哥，我们的行踪是个秘密，对吧？你放心吧，我不会泄露出去的。老实点！超人哥哥打我屁股了！小桃在后面一路小跑的跟着，她如今已经是见过世面的小桃了。她家小姐做出的任何事情，她都可以很平静的接受，并且表示没什么好奇怪的。而德喜跟在后面也是默默感叹，以后一定要对未来太子妃再恭敬一点。跟着太子那么久，何时见过太子对人如此上心过？在看什么？看你呀，超人哥哥长得可真好看，和太子一样好看。那你喜欢太子吗？喜欢啊。喜欢太子什么？季凡尘觉得自己可能是疯了，竟然和一个酒醉的人聊起了天。喜欢太子长得帅，有责任感，有担当，还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软软的声音好像蜜糖一样，每一句都直接注入到季凡尘的心里。季凡尘好像忽然觉得，这次不罚季思婷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他没有让苏婉婉喝多，他上哪听到那么多好听的话？不觉得太子凶吗？还好吧，不犯错时不凶。那大婚之前要不要直接在府里做准备，就不去学堂了？不，我要去学堂，在家好无聊的。为什么要我准备？我嫁的是太子哎，不是都应该太子准备好了，我只管上花轿就可以了，还需要我准备什么？真是的。好，你只等着上花轿就好。季凡尘叮嘱了小桃一番，才带着德喜回到醉香楼去。黎大普，这个公主居然喜欢夫子，居然还当众说了出来。婉婉，放开我的婉婉！你个大胆狂徒，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你给我把婉婉送回来！徐子卓走到季思婷的旁边坐下，先命人把醒酒汤端来，自己拿起桌上仅剩的一副干净的碗勺，略作清洗后，把醒酒汤倒入其中，拿起勺子准备喂给季思婷。季思婷哪里能乖乖张嘴，呼的一下，满满一勺醒酒汤直接喷到了徐子卓的脸上。什么东西我才不喝！你谁啊？是不是想谋害本公主？我滴个苍天啊！我家少爷可是最爱干净，这样被喷在脸上，不会直接暴怒了吧？小民爱慕公主已久，此款果酒甚是美味，可否请公主赏脸与小民共饮一杯？没问题。公主可是不舒服？我怎么感觉你长得好像徐子卓呢？徐子卓不好吗？不好，简直太不好了。那公主可否说说徐子卓哪里那么不好？好，哪里都不好，腹黑的像狐狸似的。他明明知道我屁股疼，还不停的叫我起身，你说他过不过分？的确是很过分，是吧？你也觉得他过分吧？还有呢，他还夸那个温宁，哼，温宁哪里比我好，没眼光，是吗？那这么说真是挺过分的。那他怎么夸的温宁呢？他跟温宁说不要妄自菲薄，那不就是说温宁优秀嘛？他还说温宁不秀，午膳后和我一起学习，那不就是说我不如温宁嘛？我哪里不如温宁？不如他聪明吗？不如他温柔吗？也许公主误解他了，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呢。你到底是站哪边的？季思婷几乎是一下子就炸了毛。婉婉还说我喜欢徐子卓，我喜欢徐子卓吗？你说我喜欢徐子卓吗？那你觉得你喜欢徐子卓吗？可能吧，我原本以为我讨厌他，可仔细想想好像又并不讨厌他。婉婉说他是我喜欢的类型，说我介意他夸温宁是因为我在意，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而故意为之，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也许就是这样的吧。季思婷说完，人也趴在了桌上睡着了。最后一句话虽然声音极小，却清清楚楚地落入了徐子卓的耳中，一时激起千层浪。徐子卓内心激动到恨不得原地蹦起来，大喊几声。麻烦子卓帮我照顾婷婷了，这回不用听我讲述了，真切让你见识了一把这臭丫头的破坏能力。这段时间婷婷没给你带来什么困扰吧？不得不说，还是太子了解自己的妹妹，何止困扰啊，简直困扰大了。没有，公主很好，真的。师兄可否借一步说话？要说一直以来，季凡尘和徐子卓的关系确实是很不错。两个人虽然同龄，但因季凡尘先跟着老太傅读书，所以一直以来徐子卓除了在学堂皇宫的公共场合，私下徐子卓都是称呼季凡尘为师兄。子卓有何事，直说便是。师兄别怪我多事啊，师兄教导公主是师兄的家事，只是我想着月末测试就要到了，公主还有一些薄弱，我今日也和公主说了，以后每日下学午膳后让公主留在学堂，我来督促公主读书，主攻薄弱部分，所以如果公主再休假几日，恐怕时间会来不及，所以我也是冒昧替公主求个情，师兄可否这次不计较公主醉酒的事？好，那这段时间你就多费点心。今日我先带婷婷回宫了，以后也不知道谁会取走这个魔人精，我到时可得对那个人好一点，别一不小心那人受不住再给退货了。等你们公主醒了，告诉她今日之事不可再犯，好好跟着徐夫子读书，月末测试进不了甲等，让她想好后补。
季思婷是在有时醒来的，店外的太阳即将完成一天的使命，即将回家休息。季思婷喝醉后什么事情都不记得，灵儿和双儿把一天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季思婷直接呆愣在当场。我和婉婉喝醉了，被太子哥哥和徐子卓当场抓包，我还说太子哥哥是大胆狂徒，我喷了徐子卓一脸醒酒汤，还把婉婉说的我可能喜欢徐子卓的事儿告诉徐子卓。太子哥哥说月末测试要进3甲。季思婷在朝阳宫中纠结，而丞相府里，苏婉婉此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苏婉婉自睁开眼睛就把自己裹进了被子，任凭小桃在外面怎么拽怎么喊都不出来。此刻苏婉婉内心最大的想法就是快来到雷劈她一下吧，她好想自闭，她真的是没脸见人。小桃啊，你家小姐是不是特别丢脸？小姐想多了，这有什么丢脸的？小姐你是未来的太子妃，是要嫁给太子的，小姐何该以最真实的样子出现在太子面前？好的也好，坏的也好，都是你呀。太子接受小姐，自会接受小姐的一切。其实小桃没有说错，她在后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太子何止是接受啊，简直是乐在其中呢。如今被小桃这么一说，苏婉婉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只觉得她的心情好像舒畅了不少，人似乎也不那么纠结了。次日，当苏婉婉和季思婷在卓华轩相遇，两个人目光相交的瞬间，都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好多内容。别想那些了，吃一堑长一智。说说这回学到了啥？通过这次我知道了，咱俩的酒量完全没有跟着一起传来，原主俩人这酒量真是半斤八两，不敢恭维。下次咱还是得悠着点才行。婉婉，你学到了啥？我学到了，下回你再说只喝一点点，我绝对不会再信了。徐子卓进门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小姑娘俏皮的倚靠在苏婉婉的肩膀上，月月星辰好似都不如小姑娘万一。徐子卓大步走向讲台，目光不曾在其他人身上停留半分。待徐子卓站到讲台前，温宁便一脸笑意的走了过去。夫子昨日学生回府温习，遇到一些疑问，请夫子帮忙指导一二。徐子卓说话时，温宁便目不转睛的看着徐子卓。待徐子卓话落，温宁更是一脸娇羞的点头。学生明白了，多谢夫子指点。拈花惹草，季思婷翻了个大白眼。刚刚的一切，季思婷是全程看在了眼里。虽然徐子卓多一分不合适的举动都没有，但毫不影响季小公主内心的部署。苏婉婉全程看着都没有说话。温宁这样的，连小绿茶、小白莲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一个春心萌动的小白兔，杀伤力不大，可硬力极强。不过，眼看季思婷确实是对徐子卓上心了，那用它来考验一下徐子卓的为人也不是不可以。可能因为前日酒醉，读了一上午书，苏婉婉感觉浑身疲累，回到丞相府也没有作妖，老老实实的吃了一顿午膳，就回房躺在床榻上休息。穿来后不短也不长的生活，其实总体也算是不错的吧。有个还不错的老爹，有个很疼我的娘，有个乖巧的妹妹，还有个二乎乎但却是真心对我的弟弟，有季思婷这个闺蜜，还有个不错的未婚夫。不用拼命像现代很多打工者一样努力学习，只为考上大学，谨慎小心以求适应职场，唯心经营以求升职加薪。现在的我可谓是吃喝不愁，衣食无忧，那我还何必委屈自己呢？这样想着，苏婉婉满意的进入了梦中，睡梦中的嘴角还挂着微微上扬的弧度。快起来，赶紧更衣梳妆，圣旨到了，老爷叫你过去呢。苏婉婉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闻丞相苏秦之长女苏婉婉，娴熟大方，蕙质兰心，知书达理，贤良淑德。朕公闻之甚悦，特赐于太子为太子妃，一切事宜交由礼部和钦天监共同操办，择良辰吉日完婚。钦此。臣女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苏谭送走传旨太监后，一转头就看到全家人喜笑颜开的围着苏婉婉，而苏婉婉却是一脸的无所谓。察觉到苏谭恨铁不成钢的眼神，苏婉婉只能无奈一笑，不能怪他，他以为圣旨直接定好婚期了，结果就是一个正式的赐婚。婉婉，你知道吗？你和太子哥哥大婚的时间定了，就在今年的10月18。等等，你等会儿，你这是从哪听来的小道消息？苏婉婉第一反应自然是不信，这都是哪跟哪呀？昨天接完圣旨都那个时间了，钦天监礼部和皇帝这么闲的吗？晚上不睡觉，一个晚上就能测出个时间？不是小道消息，是真的，千真万确的。我总不能说昨日回宫去，心情郁闷，一个人躲在御花园里生闷气，结果恰好听到了父皇和母后的墙角吧。可是现在已经7月，太子大婚就3个月准备，这现实吗？电视剧里都不敢这么演。是真的呢，父皇亲口说的。季思婷有些气闷，想起自己在御花园里躲了差不多1个时辰，被蚊子咬得满身包，就一脸不忿。那么大岁数了，谈情说爱不能回屋里吗？非要学小年轻大晚上在御花园里压马路，大黑天的能看到点啥？黏黏糊糊的，压来压去也不走，弄得他到了最后憋得差点尿了裤子里。那你大晚上不睡觉跑御花园里干嘛？
我就是无聊，想找个地儿待一会儿。怎么了？昨天下午发生了什么吗？苏婉婉敏锐地发现季思婷的情绪不对，而这种情绪很有可能是和徐子卓有关。其实昨日中午，季思婷吃完饭后，一看时间还早，就想着先到床上眯一会，让灵儿盯着时间叫她起床。可能也是由于前日醉酒的缘故吧，季思婷刚一躺下就睡着了。公主该起床去学堂了，1刻钟后再叫我。灵儿担心季思婷迟到，可眼看季思婷又睡了过去，也不好再催促，只得看着时间又等了1刻钟，所以可想而知，季思婷到达徐子卓的青云居时，自然是迟到了。公主请坐。嘿嘿，夫子先坐，狗男人严肃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呢。徐子卓看着眼前小姑娘讨好的笑，那双睡醒的眼睛更加清澈迷人，额头两缕被汗水浸润的发丝，俏皮又可爱，让人不自觉的想要软下心肠。可徐子卓也知道小姑娘的性格，第一天就迟到，如果他先软下态度，小姑娘一定会给个梯子就往天上爬，那么接下来每天的读书效果能达到几成，可就不好说了。公主，请把左手伸出来。伸手，对，伸手。公主迟到1刻钟，3下戒尺以作惩罚，望公主以此为戒。你敢打本公主？请公主把左手伸出来。那个夫子，我不是故意的，我保证以后不会了，要不这一次就免了吧，好不好？不好，公主，请不要让我说第3遍。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郁闷呢？我也说不清楚是种什么感觉，反正回宫之后就挺不开心的。羡慕你啊，婉婉，都没有人要求你月末测试的成绩。这倒是，嘿嘿，小婷婷加油努力，我给你加油打气。婉婉，我想采访你一声，你这样没有义气，良心不会痛吗？不会的，我觉得挺好的。婷婷加油，我从精神上支持你。今日早朝后，皇上特意留下我和太子说，你和太子的婚期定下了，在10月18。真的是10月18？父亲，10月18至今也就不到3月时间，太子大婚竟如此仓促的吗？今天见选择了2个日期，一个是10月18，一个是冬月初10。太子觉得冬月会冷，故而选择了10月18。那3个月东西都准备的齐全吗？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些都是礼部的职责。况且自皇上指定你为未来太子妃后，礼部就已经开始暗自准备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据苏檀所知，礼部那些人个个都是装个尾巴比猴都精的主，他们敢在皇上面前应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现今他们至少已经完成在80%以上了。那我需要做什么呢？不需要，你只需要在学堂好好读书就好。对了，学堂的月末测试是不是就要到了？太子说你这段时间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月末测试达到甲等。父亲，我觉得我还是不去学堂了吧，我就在家里准备大婚事宜，哪能都让太子准备啊？那我成什么了？太子今日特别是千叮万嘱的说了，不需要你做任何准备，你只需要等着上花轿就行。那绣嫁衣不得我自己来吗？我得留在府里，安心把嫁衣绣好啊。不用，今日太子特意说了，嫁衣他会准备好，提前送过来。嫁妆的话，父亲母亲早给你们都准备好了，你什么都不用操心。那我考不到甲等怎么办？太子还能来找我算账不成？考不到甲等啊，太子是不能拿你怎么办？但你爹我可以，咱家的家法放在祠堂许久没有用过了。考不到的话，你爹不介意让你去感受一下。对了，太子还说了，如果你有困难需要温习功课，可以派人去找他，他可以教你。不用麻烦太子了，开玩笑。徐子卓那温柔的类型对姬思婷都动上戒尺了，我让太子给补习，那能有好果子吃？还是算了吧。那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没有了，各条路都让你老人家给堵死了，我还能有什么问题？第2日一早，待苏婉婉把小抄偷偷拿给季思婷时，季思婷眼睛都亮了。婉婉，你也太厉害了吧，你是怎么做到的？是吧？那当然，我昨天可以抄到了9点多才吃的晚饭，今天晚上我打算继续，你要不要？我来得及的话，给你也抄一份，或者你自己抄也行。婉婉，你简直太好了，我爱死你了。婉婉，小姑娘和苏婉婉的关系真是好，要是那句我爱死你了是对我说的，那该有多好。快别逗了，到底需不需要我帮你抄一份？需要，你帮我抄一份吧，我下午都得在这，晚上回宫抄也不安全，万一被太子哥哥撞见就麻烦了。行，那我回去就抄，每天把抄写的部分给你，你也多看看，至少知道哪个考题答案大概的位置。好好保存哦，千万别被发现了。徐子卓这些天几乎每天一早都能看到季思婷和苏婉婉在一起窃窃私语，挨得很近，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然每次带她走近，两人又都很自然，看不出任何问题。可是徐子卓心里总会有疑虑，毕竟1次2次还好，3、5、7、8次下来，几乎天天这样，总让他感觉事情可能不对劲，但也说不出来为何。
夫子，你听我说。季思婷现在脑子也是在疯狂转动，如何才能不把婉婉牵扯进来？公主请说。微臣听着。徐子卓从小抄上抬起头，目光深邃地看着季思婷。妈呀，微臣都出来了，这是要干嘛？这男人是要公事公办吗？这是我温习用的，对，温习用的。不信夫子你考考我，这些东西我都记得的。徐子卓听到季思婷说这些是他温习用的之后，就目光直直地看着他，只把季思婷看得心干乱颤。这狗男人跟我做完心理战呢，到底什么意思？说句话。而徐子卓对于季思婷说这些内容，他都会这句话，他是完全相信，毕竟这些天是他督促着季思婷完成了这些。徐子卓只是在脑中过滤着这几天的事情，苏婉婉和季思婷的种种。如果在预谋着这个事情，那一切似乎就说得通了。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让太子知晓。林敏让林默拿着令牌再去请一次太子前来学堂。夫子，你有事说事儿，叫太子哥哥干嘛？公主说呢？我说，夫子要我说什么？公主现在还不说实话吗？公主说用心做成这样的纸条是用来温习的，觉得我会信还是太子会信？徐子卓对待事情向来分得轻轻重缓急，而作弊这件事情是真的比迟到更加严重的存在。我就是用来温习的，爱信不信。哼！哦，那公主一会儿就这么对太子说好了。太子哥哥，其实徐子卓也没有夸张的说什么，只说每日苏婉婉上课基本都在睡觉，然后每日看到他和季思婷在计划着什么，然后今天季思婷的身上掉出来了这个纸条，他担心苏婉婉准备月末测试时用这个纸条作弊，所以特意请季凡尘过来看看。婷婷，你有什么想说的？太子哥哥，我错了，我就是想背着来的，这些知识我都会的，真的，不信你问徐夫子。你现在想起我来了，跟我喊的那个技能。是的，师兄，公主说的没错，公主这些天非常的勤奋，每日的内容也掌握的很好。子卓费心了，接下来的事，对于婷婷还望子卓继续严加管教。距离月末测试还有10日，测试前把这些再抄一遍交给我，还是按这个字的大小，完全照着这个样子。太子哥哥，这些太多了，再说就翻倍。季凡尘跟徐子卓道过谢，把季思婷送回宫后，开始往丞相府赶。小姐，你真要带着抄的这些去考试呀？会不会被抓到啊？不会的，小桃，你看你家小姐把字写到那么小，完全可以直接握在手心之中，谁能发现？季凡尘听到苏婉婉的话，还有她的语气后，几乎是从怀疑到了确信，这丫头是真的想作弊，当即二话不说，直接破门。你先出去。太子殿下，这是什么意思？大晚上一言不合闯入女子房间，上来就动手是何意？太子殿下到底何故如此？月末测试准备的如何？还行吧，挺好的。李之用，不会。好，换一句。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所以现在苏小姐可否跟我说说这些是做什么用的？看着季凡尘的脸，苏婉婉不知道怎么地就忽然有种不想说话，想跟他说出心里想法的念头，可她也不知道季凡尘能不能接受。我是打算拿着这些去考试的。太子殿下和我父亲要求我必须考到甲等，我又不想被父亲说考不到甲等要挨家法，所以我就想着拿这个去应对一下。季凡尘对于苏婉婉能够和他说实话，在心里还是开心的，毕竟说实话代表着信任。刚刚感觉如何？苏婉婉本来说出了心里话，正紧张想听听季凡尘是个什么回应，结果没想季凡尘直接问出了这句话。当然不好。那苏小姐可知，我抄作弊的处罚是重罚30大板，就在考场外执行，任何人都不准求情。所以苏小姐想想，苏小姐可能承受得住。这也是徐子卓担心，而且季凡尘连夜赶来的原因。如果苏小姐实在不想被便于我说，苏丞相那边我去解决。可是太子殿下和我父亲要我考甲等，不就是希望让我成为一个成绩优秀的太子妃吗？觉得有面子还不被别人说闲话吗？本宫的太子妃谁敢说闲话？本宫想要优秀的太子妃何止会有一人，可本宫想要的太子妃只你一个。不论你的样子，不论你成绩好坏与否，你的样子就是本宫太子妃最理想的样子。哎呀，苏婉婉的心似被巨石击中，又似被清泉冲刷，内心的郁结一扫而空，嘴角也不自觉微微上扬。我愿意背，太子殿下放心，我会考到甲等的。季凡尘是真的感觉苏婉婉的成绩好坏无所谓的，不然也不会在当时询问苏婉婉是否需要在府中备嫁的话。不过如今小丫头自信满满，似乎是想为之而努力，季凡尘自然也是愿意支持的。子卓这是刚从学堂出来吗？婷婷近日可还乖觉，可有放肆？师兄，公主近日很好，抄写的很认真，背书也很认真。婷婷是很聪明，人也机灵的很。可是如果她发现有人一直会纵着她，那她可就上房揭瓦，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子卓切记，该严格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我会的，师兄放心。有段时间没有和子卓这样坐在一起用膳了。
是的，师兄，听闻师兄与苏小姐婚期已定，大婚将至，提前恭喜师兄。多谢子卓，还未问及苏小姐最近如何？师兄有所不知，近几日苏小姐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读书认真，写字认真，连背书也认真。徐子卓见季凡尘没有说话，以为他是有所怀疑，还特意又强调了一次。真的，师兄，公主和苏小姐这几日的表现真是很好。子卓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子卓说的话我自然相信，只是这些可能只是暂时的。哈哈，我明白了，师兄。徐子卓先是面露疑惑，不过很快就明白了季凡尘的意思，点头应下。之后的日子依然在苏婉婉和季思婷努力备考中平静地度过，一晃又是5日，月末测试也如约而至。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一直关注着他们的季凡尘和徐子卓都在暗自感叹：认真的小丫头，小姑娘真可爱。众人测评结束后就各自回府等候结果，而测评的结果也批改得很快。当日下午，在老太傅和徐子卓的批改下，成绩就呈到了季恒的面前。甲等苏婉婉、季思婷、孙兰。季恒看着眼前的成绩，龙心大悦，不愧是他的女儿和他选的太子妃。来人，宣安和公主。婷婷给父皇请安，父皇万福。可是这次出乎季思婷的意料，季恒没有如往常一样笑容满面地对着他招手。今天的季恒神情异常严肃，季思婷好像穿来后还没有见过季恒如此严肃的样子，内心不禁就是一个咯噔，笑也渐渐地凝固在了脸上。怎么了这是？我好像没有犯错吧？是哪件事被父皇知道了吗？季思婷胡思乱想间，只听季恒一拍桌子，语气冷沉地发问：婷婷觉得此次月末测试考得如何呢？看着季恒的样子，季思婷都忍不住怀疑自己了。难道上午的考试我考砸了？不应该吧？我觉得都会呢。父皇，是测评结果出来了吗？父皇，我测评的结果很差嘛。季恒都要被季思婷懵懂无措的样子逗笑了，还是强忍着保持着凶巴巴的样子。我觉得还行呢。我们婷婷很厉害，得了甲等，父皇逗你呢。听到季恒的话，看着此刻季恒哈哈大笑的样子，季思婷整个人都不好。他这是被他亲爹当猴耍了吗？这么不靠谱的人，确定可以做皇帝？哼！好了，婷婷，父皇不笑了。来，婷婷到父皇这边来。季恒像往常一样冲着季思婷招招手，语气轻快。哼！季思婷又浅浅的哼了一声，不过还是依然走上前去，只是眼神却完全不落在季恒身上。好了，婷婷不生气了哈。婷婷说说得了甲等，想要父皇给你一个什么奖励？什么奖励都可以吗？对，什么奖励都可以。父皇刚刚都把婷婷吓坏了，一个奖励不够，婷婷要2个。好，父皇给婷婷2个奖励。谢谢父皇。听到季恒答应他2个奖励，季思婷几乎是1秒钟变成了笑脸，高兴的差点蹦起来。季恒忽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你先告诉父皇，你想要的奖励是什么？父皇，捐无戏言哦，答应婷婷的事情不可以反悔的。好，父皇不反悔。那你可以说说你想要什么奖励了吧？第1个奖励，最近为了测试一直在读书，儿臣想要放假7天。好，第2个呢？至于第2个奖励，季思婷还是有点心虚。不过有了季恒的答应在先，季思婷还是强装淡定地说出了他的想法。第2个奖励，我想要这7天假期和苏婉婉一起出去玩。好。季恒答应的干脆，季思婷闻言微微一愣，这未免答应的也太容易了吧？都不问问他去哪里玩吗？儿臣想去邻近的舟山县，听闻舟山县民风淳朴，风景宜人，儿臣想去感受一下。季思婷也是那天在徐子卓的青云居无意中看到的一本杂记，上面记录着舟山县及京都附近的地图和介绍。季思婷特别感兴趣，深深地把这些记在了脑子里。不行。父皇，您答应儿臣的什么愿望都可以的，说好的君无戏言呢？父皇答应你了呀，你说你7天假期想和苏婉婉一起出去玩，父皇没有反对呀，父皇同意的。可是父皇只答应你这7天出去玩，至于你想去舟山县这个地方，现在父皇告诉你，父皇不同意。真是大意了，我应该说第2个愿望是和苏婉婉一起去舟山县玩。可谁能想到老狐狸那么狡猾？那父皇能答应儿臣去哪里玩呢？去长春园吧。长春园是京都郊区的一个皇家园林，就是类似于清代圆明园、畅春园那样的存在。季思婷在杂记中倒是看到过这个名字，对它的位置倒是很满意。好的，父皇，婷婷听父皇的安排，就去长春园吧。要不然朕让太子陪你们一起去。不用了，太子哥哥就留下来帮父皇处理政务吧，那样父皇才不至于那么劳累。婷婷希望父皇能轻松一些，和太子哥哥一起去，那还玩个屁呀！婉婉，你带着男装了吗？那当然是带了，这还用说？
季思婷也不在意苏婉婉的态度，带了就好，不然就是现在停车到街边去买，可能也买不到那么合身的，毕竟她们是女子，身形与男子不同。现在她们带的这2套也是苏婉婉去不方根据她俩的尺寸特别定制的。婉婉，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去舟山县玩，我看过地图，长春园离舟山县很近，咱们倒是可以换上男装悄悄过去玩2天。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这有的侍卫加上父皇增加的20个侍卫，一共30个侍卫，你那10个侍卫，咱们怎么能在不被他们发现的情况前往呢？侍卫肯定是在园子入口和园子内，甚至主要是在我们的居所附近按时巡逻的。那么不管我们是从大门还是翻墙出去，基本上都会被发现。有了，一会儿路过药铺，停车去买些迷药，问问如果想让人昏睡2天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需要用多少量，然后好主意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最好多买一些，还有那几个小丫头呢，倒是最好就咱俩人去，减少暴露的几率。好，就这么做。一会儿看到药铺，咱们就停车，你负责拦着这几个小丫头和侍卫，我一个人去药铺里买药。停车。请公主先上车等候，公主有什么需要，直接交代属下去做就好。没什么，就是苏小姐有些头晕，去抓些药，你们就在这里保护本公主的安全吧。是，公主。婷婷，我觉得如果打算溜出去玩的话，肯定不能在前几天最开始刚到园子，不管是侍卫还是园子中的人，都还是警惕性比较高的，怕咱们会有什么危险，怕有什么突发情况，所以要出去就选在最后2天。可以啊，听你的。来到长春园后，季思婷和苏婉婉不逛风景，专逛边缘之地。苏小姐，马房脏污，正值夏日，这味道也属实不好，不如叫公主去其他地方逛逛可好？不是，天气炎热，张管事和底下诸位都辛苦，公主这次单独前来，特意来逛逛问候一下。公主仁爱。而实际上，季思婷只是装模作样的走了一圈，然后对马夫说：过几日，本公主要派2个侍卫到舟山县去采购一些物品，到时可否安排马车？马夫哪里想过有朝一日，当朝公主会亲自来他这里和他如此温柔的问话，就是不可以，那也得可以啊！马夫紧张到磕巴的一口应下。好，那就多谢您了。不敢不敢。接下来的几日，苏婉婉和季思婷当真享受了一下在皇家园林度假的感觉。第5日的下午，季思婷和苏婉婉在晚膳备好的时间来到了下人的膳房，在苏婉婉的掩护下，季思婷分别在菜和汤里都放上了迷药。今日我与婉婉会很早睡，大家这5日都辛苦了，今日就在卧房里进餐，然后也都好好休息。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在园中下人每日用晚膳的时间大概是下午5点，季思婷和苏婉婉在卧房里等待到差不多6点才换上男装，按照之前熟悉的路线来到马棚，跟马夫提到是帮公主去舟山县采购物品。马夫也是抓紧收拾好马车，请苏婉婉和季思婷上车后，便驾车向着舟山县出发了。哎，快看看那2个人，也不知道2个人是什么关系，竟然是在一间房里走出来的哎，而且长得还那么的精致。季思婷当即想喊一声关你屁事，苏婉婉及时抓住了他的胳膊，他们现在这状况还是低调点好。收到苏婉婉的暗示，季思婷暗暗呼了几口气，才把道的脏话哼了回去。苏婉婉在调料铺采购了很多感兴趣的调味料，在百货商店购置了另一款钢笔和几副玩法不同的纸牌，一直逛到傍晚时分，待手中的战利品快要拎不下，才意犹未尽的打算回客栈。只是在回客栈的路上，左手边装修的富丽堂皇，左右两侧各挂着一个大红灯笼，门口还有2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甩着手帕笑语嫣嫣的女人的铺面吸引了2个人的视线。季思婷看着铺面上大大的怡红院的牌匾，看了一眼苏婉婉，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疯了吧，这里也去？去吧，婉婉，我想去。不去不去。苏婉婉拒绝的干脆，他们又不是男人，到这里干嘛去啊？无语了。去嘛去嘛，咱们就去看看好不好？之前总在小说中看到，我好想知道古代的青楼长什么样子啊！就半个时辰，咱们去坐坐就走，好不好？这可能是咱们唯一一次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机会了。苏婉婉被季思婷说的无奈，最终还是答应把手里的物品都放回客栈，然后就陪季思婷去怡红院里逛逛。在老鸨前来询问喜欢什么样的姑娘时，季思婷还笑眯眯的点了2个文静可爱的，给苏婉婉点了2个性感妖艳的。苏婉婉此刻是后悔之心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如果上天再给她一次机会，就算季思婷哭着求她，她也一定会头也不回的离开。哇，苏哥，你尝尝，这酒真是不错。别喝了，小心一会儿喝醉了。没事的，苏哥，就喝一点点。可有了上次季思婷说只喝一点点儿，结果把自己喝得直接断片的经历，苏婉婉现在对于季思婷嘴里的一点点儿简直是直接产生了生理上的质疑，所以苏婉婉直接就是严肃的说道：不许喝了。好嘛好嘛，救命啊救命，我不要，放开我。臭娘们，跟老子回去。
放开他！哪里来的臭小子？你是不是也是他的相好？我今天就打死你！苏婉婉原本看戏看得愉快，没想到在古代的青楼能看到这种现场版的大戏。苏婉婉还是比较理智的，她不会觉得女人就一定弱小，而高大的男人就一定是坏人。尤其是听到男人骂骂咧咧的话，更让她的这种感觉更深。可她看得正入迷，一转眼就见季思婷已经冲了过去，和男人打了起来。苏婉婉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立刻起身也赶紧过去帮忙。别打了，快别打了！哎呦，我的桌子！哎呦，我的酒壶！哎呦！眼看状况愈演愈烈，谁都没有停手的意思。老鸨实在无法，只得命人去县衙报官求助。婉婉怎么办？我说两个兄弟，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是为什么呢？季思婷虽然不想说话，可是人家都问到门口了，她自然也不是忍气吞声的性格。况且季思婷现在也是心烦意乱，如果没有这一男一女的破事儿，她和苏婉婉也不至于沦落至此。你还说你强迫他，你还有理了？人家都说不愿意了，都喊救命了，你没听到吗？以为自己有2个破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我强迫他，合着他背着我跑到怡红院去偷偷和情妇苟且，还是我的错了？当然是你的。你说什么？我说这个臭娘们背着我去偷人，被我当场堵在了怡红院，可惜让那小白脸儿给跑了。那个大哥，我真不知道，我以为婉婉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现在最好的情况是明日升堂，我们和那个大哥握手言和，然后一起赔偿怡红院的损失。被释放后，再和马夫约定的时间上马车悄悄回到长春园。可问题是，我们的钱好像付完客栈的房费，好像也没剩下多少了，拿什么来赔偿啊？那第二种情况呢？第二种情况就是和县令告知我们的身份，让县令派人去京都找人来救我们。然而两个人都清楚，如果县令直接找到京都，那不用说季凡尘了，季恒和苏檀就会毫不犹豫的给他俩一顿父爱的问候。不，这后果太可怕了。那还有没有第3种呢？有，第3种就是等长春园的人醒了，然后听天由命吧。听了苏婉婉第3种情况后，季思婷整个人都感到一种生无可恋的绝望。她已经不用再去问第4种情况，因为都已经听天由命了。今日季凡尘刚到紫宸殿，和季恒汇报何地的情况和这一路的见闻，父子俩相谈甚欢。谈及季思婷时，季凡尘才知这已经是季思婷出宫的第6日，明日就会回宫。父皇，不如儿臣今日前往长春园，明日接婷婷回宫可好？今日舟车劳顿的，臣儿身体可还吃得消？不若今日就在宫中休息，反正明日婷婷就回来了。多谢父皇，儿臣无碍，主要也是多日不见婷婷，甚是挂念。长春园距离京都也不远，儿臣去就回。好，那路上小心。季凡尘到达长春园门口，正巧张管事正焦急地安排人打算去宫里报信儿，马夫才不确定地说出了昨日的事情，并描述了2个人的大概特征。了解清楚事情的始末，季凡尘也不耽误，带着白风和袁龙直奔舟山县。下官不知道太子殿下前来。季凡尘直奔主题说明来意，又根据马夫描述的2个人的衣着打扮，对着县令进行了描述。大人，今日怡红院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闹事者都已关进大牢，因天色已晚，还未审理，小的感觉被抓的其中2个人和您刚刚说的似有些相似，但也不知是与不是。快，带路去看看。婉婉，你觉得我们这次错在哪了？错在银钱带少了。没错，你看这次不管是买迷药还是下药还是跑出来玩，一切操作的都是那么完美。要是有足够的银两，明日赔给怡红院，然后咱俩赶回长春园，那简直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没错。县衙某客房内，季凡尘坐在位置上运着气，看着已经洗漱干净、换好衣服，此刻分别站在2个墙角面壁思过的2个人，气还是不打一处来。季思婷从见到季凡尘开始就觉得他好像是完了。再给你们2刻钟的时间，好好想想，对于整件事情要对我说些什么。还要再站半个小时，妈呀，谁来救救我？1刻钟后，季凡尘起身站到2个人的身后，手里不知从哪里拿来了一根木棍。谁先说？我。太子哥哥，我错了。苏婉婉有点疑惑，原来问整件事情有什么可说的，就认错就可以了吗？真的是这样吗？不过出于对季思婷众多经验的信任，苏婉婉此刻也是没有怀疑，说不定太子确实比较喜欢听认错的话呢，对吧？苏小姐呢？我同意婷婷说的，我也错了。后退一步，双手扶墙。季凡尘又做了很多次的深呼吸，握着棍子的手也是松了紧紧了很多次后，终于决定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这什么情况？
季思婷也是无辜的撇了撇嘴，她哪知道，她只是最先想到了先认错，至于有没有效果，她反正是不知道。看着季思婷的反应，苏婉婉无奈的闭了闭眼睛。此刻苏婉婉就是很想大喊一句：我真是信了你个邪！太子殿下，我说我和婷婷不该买迷药，不该给侍卫下药，不该不顾安全单独外出，不该惹事儿还被关到牢房。苏婉婉也不确定季凡尘知不知道他俩去怡红院的事情，所以耍了个心眼没有说，只说了季凡尘肯定是知道的事情。听了苏婉婉的话，季凡尘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苏婉婉确实比季思婷要乖一些，不过也只是乖一点有限。接下来我问你们作答，下药的主意是谁想出来的？我。苏婉婉想的是这个主意确实是她想出来的，而季思婷想的是苏婉婉想出这个主意也是为了她不能让苏婉婉受罚，所以结果就是两个人异口同声的喊出了一个我字。忘了和你们说，你俩最好想清楚后如实回答，如果有欺骗或者隐瞒，那结果就是两个人一起受罚。我再问一次，下药的主意谁出的？我。迷药谁买的？我。药是谁下的？我。男装是谁准备的？我。怡红院是谁要去的？我。太子哥哥，别打了，我们知道错了，我不该偷偷跑出去玩，不该给侍卫宫女下药，不该女扮男装去怡红院里喝酒打架，不该不顾自己和婉婉的安全，我们错了，保证以后不会了。再有下次，绝不侵扰。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时光悄然划过，10月已悄然到来。这几月，南秦朝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当朝太子殿下将于10月大婚。小姐真是太美了。果儿最是激动，他们三人原本是不能都跟着入宫的，可苏婉婉没有奶嬷嬷，季凡尘怕她出入宫中各种不便，便特别安排允许小桃、杏儿和果儿一起随着苏婉婉到东宫侍候。其实更多的也是陪伴，而这三人那是根本不管宫中是否凶险，只要能跟着他家小姐，他们就很开心了。新郎官来接亲了。见来了来了，估计这个二货要煽情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把我煽到哭出来。你好像又中了，回头少吃点，做运动吧，我快背不动了。恭贺太子殿下大婚，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恭贺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喜结连理。花轿一路前行，苏婉婉感觉至少得绕行了2个小时，呼喊声才开始渐弱渐远。苏婉婉猜测此时应该已经进入皇宫。跟紧我！季凡尘专属的嗓音在耳边响起，苏婉婉红盖头下的嘴角微微勾起。不管未来怎样，至少此刻她是觉得踏实的。接下来，苏婉婉完全放松了身心，在季凡尘的带领下完成着大婚的仪式。不管是转身、弯腰还是抬头，季凡尘都会在旁边轻声叮嘱。仪式过后，苏婉婉就再次被季凡尘牵上手，回到他们的喜房之中。同时，像小尾巴一样跟进来的还有季思婷和陈飞的女儿季雨轩。尽管这一路季凡尘无数次的和季思婷瞪眼，季思婷都恍若未见。这大喜的日子千年难遇，他就不信季凡尘能把他怎么样。况且婉婉挑起盖头的瞬间，他怎么可以缺席呢？这个时候又没有相机，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请新郎拿起喜秤，挑起喜帕，新郎新娘从此称心如意。凤冠霞帔映的苏婉婉的脸更加娇小。苏婉婉此刻因为忽然的光亮低头闭眼，又缓缓的抬头睁眼的样子，又似那含苞鲜花的盛开，狠狠的戳动着季凡尘的心。季凡尘就这样面色温和，眉眼含笑，目光直直的看着苏婉婉。苏婉婉抬头的瞬间，和季凡尘短暂的对视而后移开了目光。哇塞，婉婉，你今天真是太美了，我要被你迷死了。对于季思婷的忽然出声，苏婉婉直接被吓了一跳。刚刚盖着盖头，没有发现，在路上听到有脚步声跟随，苏婉婉也以为是小桃他们跟着来服侍的，真是没想到是季思婷，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姑娘。请新郎新娘共饮和锦酒，从此琴瑟和鸣，和睦长久。不过不管怎么说，仪式总算是走完了。季凡尘还要去外面接待宾客，便嘱咐一句：桌上有准备好的糕，苏婉婉可以先洗漱换衣。又嘱咐季思婷不许胡闹，有事情随时去找她，便大步走出了房门。我的婉婉，感觉如何呀？可累死我了！这也不知道谁发明的仪式，完成前不能动，不能上厕所，好好的日子还得饿上1天。你这不错了，原价本来应该是你要在房间里等着，太子哥哥招待完客人回来才走仪式呢。太子哥哥怕你受罪，才特意要求先把仪式走完的，知足吧你。真的吗？真的，不说这个了，婉婉，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终于等到你和太子哥哥大婚了，咱们见面可就方便了。什么时候你到我的朝阳宫去玩呀？你是想让我去朝阳宫给你做菜吧？哎，对了，婉婉，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皇妹季雨轩，陈妃娘娘所出。皇嫂好，你好你好。苏婉婉的记忆里一直知道陈妃有一个女儿，可是也只是知道这个而已。季雨轩的存在感实在是太低了，皇后组织的活动，陈妃也基本上让她参加，但是今日一见，小女孩乖乖巧巧的，还挺可爱的。婉婉，你肯定看不出来，轩轩也是一个小吃货呢。你要哪天到朝阳宫来做菜，倒是把轩轩也叫来，尝尝你的手艺。轩轩，你皇嫂手艺可好了，倒是肯定让你赞不绝口。好，到时我一定去。日后没有外人在时，无需多礼。好，婉儿今日很美。
你也很帅。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到苏婉婉说他帅，他上次事后还特意侧面向季思婷打听了一下这个帅字的含义，现在听来还是让季凡尘感觉心情愉悦，尤其是小姑娘现在萌萌的样子和当日醉酒时的样子一样迷人。而醉酒当日，季凡尘就有想把苏婉婉藏起来的心思，只是当时还不能实现。今日天时地利人和，季凡尘当然不再压抑，心随意动，放下床帐，帐内自然是春光无限。如果疼就抓紧我。可真到实际关头，苏婉婉泪流满面的只想骂人。小说电视剧，你们骗人，这何止小疼小痛，快痛死他了。次日一早，苏婉婉是被季凡尘从被子里拉起来的。这一晚没有不适应，没有择席，没有和季凡尘一起睡觉的任何不舒服，总之就是一觉睡到天亮。怎么了？疼。据说连续3次以后就不疼了。这句话季凡尘是贴着苏婉婉耳朵说的，温热的呼吸还有赤裸裸的话语，成功的让苏婉婉脸红了。好了，不逗我的婉儿了，快起来吧，今日要去给父皇母后请安的，迟了就不好了。殿下，母后性格如何？好相处吗？放心吧，母后一定会喜欢你的。察觉出苏婉婉的情绪，季凡尘也是很惊讶，难得看到小丫头还有紧张的时候。在季凡尘的眼中，作为常年被迫宫斗，又是本朝宫斗的胜利者的皇后，最不喜的便是勾心斗角、阳奉阴违之人。儿臣给母后请安，母后万福。好，快起来！婉婉初到宫中可还适应？有任何需要，直接来对母后说。一切都好，多谢母后。他日有需要，儿臣定来叨扰母后。母后到时可别嫌弃儿臣才好。好呀，母后这里随时欢迎你。母后，还有我呢，您不能有了儿媳忘了女儿啊！婉婉来，儿臣也要来。婉婉也是你叫的，没规矩，要叫皇嫂。好嘛，好嘛，皇嫂，皇嫂。待苏婉婉和季凡尘请安后，身子一路靠着季凡尘支撑回到了东宫。殿下，您去忙吧，臣妾就先回房了。对于苏婉婉这种用完就丢的行为，季凡尘真是哭笑不得。这是我暂时没用了呗，也不是谁刚刚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了我的身上。今日无事，还有不用自称臣妾，你我是夫妻，不需如此见外。苏婉婉现在可没心思管什么自称不自称，这一上午又走又跪的，她真是快累劈叉了。她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快点回到床上睡上一觉。那我现在精力实在有限，可能不能好好的陪殿下呀。无妨，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就是。苏婉婉睡醒的时候，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殿下怎么在这？苏婉婉条件反射地问了一句，察觉到不妥，又赶紧改口问：殿下，你没事干嘛？不对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殿下一直在这里吗？呵呵，好了，快起吧，午膳直接睡过去了，都已经到晚膳时间了，不饿吗？季凡尘不说苏婉婉还没觉得，被这么一说，苏婉婉便觉得肚子叫嚣的厉害。想吃什么？我让膳房去做。我要吃辣子鸡、炒鸭片、清蒸鱼、辣炒羊肉，还有排骨汤。好，快些起身吧。由于苏婉婉每晚上被季凡尘翻过来调过去，反反复复的烙肉饼，所以在大婚后第3天，苏婉婉3朝回门的这一天，苏婉婉决定发起反抗。柳院被苏婉婉拉着到达明月轩，以为她是在宫中过得不好，刚一进门便拉住苏婉婉的手，忙问道：怎么了？可是宫中生活不易，太子殿下对你不好？没有，殿下对我很好，真的，母亲是对我很好，就是对我太好了，以至于我每日腰酸背痛腿抽筋的。那你把我们拉过来是什么事情？没事儿啊，母亲，我这不就是想和您和木木多聊聊天吗？前庭后院都是相谈甚欢，午膳也是其乐融融。只是临近傍晚，季凡尘看时辰差不多，派人把苏婉婉叫到前厅，准备一起回宫时，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景：苏婉婉一边季凡尘的方向走，一边擦着眼泪，那样子就像洪水决堤，眼泪源源不绝。刚刚擦干脸上的，眼睛里就又流了出来。而身后的柳院和苏木木也是默默地擦着眼泪。姐，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少泽。苏少泽简直受宠若惊 ，TMD 这么多年了，哪一次苏婉婉见到他不是又打又骂？今天竟然抱着他哭，而苏少泽也被苏婉婉哭得鼻酸了起来。他姐终于有一天发现他的好了。母亲，婉儿不想离开您，婉儿还没和母亲待够呢。母亲，婉儿舍不得您。当然，这些话一出，柳院脸上的泪流得更凶了。柳院伸手回抱住苏婉婉，一时间，丞相府的场面真是热闹非常。季凡尘站在原地看着苏婉婉，原本提着的心，在听到苏婉婉的几句话后，也成功的放了回去。就单说苏婉婉和季思婷出去玩那7天，柳院他们不知道苏婉婉是怎么过的，我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乐不思蜀的样子，都把自己成功弄进县衙大牢了。现在这才2天，就想念家人，想到如此地步了？你以为我会信？难道哭的还不够？怎么还不开口说让我在这里住一晚上呢？太子姐夫，不然让我姐今日在府里住上一晚，明日我们派人把她送回宫可好？
哎呀妈呀，这个二货弟弟今日这是装上 CPU 高级处理器了吗？怎么表现得如此深得我心呢？胡闹！父亲，哪有出嫁的女儿回门住在娘家的？快和殿下一起回宫去。婉儿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对我说，如果实在想念丞相府，改日我再陪你回来。要是想出去玩，明日正好是父皇给我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带你出来走走。苏婉婉这一听，原本她都感觉这一场白哭了，没想还有这样的意外惊喜呢，当即腰不酸了，腿不疼了，胸口也不难受了，眼睛亮晶晶的看着纪凡尘。好呀好呀，可不可以叫上婷婷和夫子一起？婷宝，你姐妹我可是时刻想着你的终身大事呢。可以。哇，殿下真是太好了。说了很多次，婉儿在私下不要叫殿下，叫我阿晨。我觉得殿下很好听啊。不好。那我试试吧。苏婉婉觉得还是好肉麻呀，要是现代能叫个老公，外号孩儿他爸啥的，在这真是要他命。第二天，苏婉婉和季思婷就像两只被放出笼子的小鸟，主要这种逛街的机会是真的不多，不然他俩为什么当时一心往舟山县跑？哥哥，我要吃这个。纪凡尘对于臭豆腐这种东西自然是适应不来，只是他的不行字还没说出口，就看到苏婉婉也跑了过去，双眼放光的看着纪凡尘。阿晨，我也要吃。好。待一盒臭豆腐吃完，季思婷便给苏婉婉使了个眼色。嫂子，我想吃棉花糖，我去买棉花糖。苏婉婉直接会意，看着季思婷朝着左侧路旁棉花糖走去的身影，直接跑到纪凡尘身边，拉着纪凡尘就跑向右侧。阿晨，我想吃那里的冰糖葫芦，你陪我去啊。跑了2步，还不忘对着徐子卓大喊：婷婷那边就拜托夫子了。徐子卓走过来时，棉花糖刚刚做好，季思婷一手拿着棉花糖，正转身笑着冲他摆着手。阳光下，小姑娘笑得眉眼弯弯，徐子卓的心也跟着一起欢快了起来。徐子卓让林默去付了银子，自己则和季思婷在一旁撕着棉花糖。徐子卓一个不爱吃糖的人，由衷的觉得今日的棉花糖超级甜。时间已经接近中午，4人商量后决定先去醉香楼用午膳。阿晨，你和夫子先上楼，我和婷婷买个饮品就上去。抓贼啊！抓贼啊！季思婷和苏婉婉只对视了1秒钟，便一起闪身冲着那逃跑的小贼追去。而原本陪着两人买饮品的德喜，看到苏婉婉和季思婷一个眨眼就跑走了之后，真是急得原地跺脚。德喜仅纠结了1秒，就快速跑向醉香楼。把钱袋拿出来吧，你没路可走了。小贼看上去就不会武功，季思婷试图向前走了2步，只要和小贼交上手，那样他和苏婉婉制服他的几率几乎是100%。可谁知季思婷刚走近，小贼直接在怀里抽出一把刀，直接划向了季思婷。婷婷。送去见衙。是主子。就你俩厉害对吧？抓小贼用得着你们抓？不会叫人吗？不知道会遇到危险吗？阿晨，我们知道错了。苏婉婉收到季思婷的暗示，直接上前一步，打算拉住纪凡尘的衣袖。站好了。谁知纪凡尘这个时候并不买账，生命安全问题绝对不能让他糊弄过去。太子哥哥，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我们不该不顾自己的安全冲动行事，绝对没有下次了。好，你俩回去每个人各写100遍。我不该不顾自身安全冲动行事，我错了，3天后交给我。阿晨，你的我没完检查。太子哥哥，夫子每天已经额外给我布置很多作业了，我真的抽不出时间了，对吧，夫子？季思婷满含请求的看着徐子卓，而这次徐子卓直接撇开了脸。儿臣给母后请安。快别多礼，婉儿来的正好，你来看看喜欢哪件料子？你这刚刚大婚，正好让绣房多给你做2件衣裳。母后这不好吧？没什么不妥的，快过来。事实上，作为一朝皇后，自然不可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苏婉婉既是未来太子妃，又和季思婷交好，对于苏婉婉，皇后不能说是了如指掌，至少也可以说是深刻了解过的。尤其是她和季思婷的那些故事，皇后没有觉得不好，反而觉得很是有趣。纪凡尘那个性格，就是要找一个这样活泼的，才能负负得正。不错，还有这块料子，给你做个小夹袄也好看。母后这些就够了，儿臣今日来还有一事。无妨，直说便是。就是昨日听殿下说，母后宫中有款奶茶很是美味，儿臣今日想讨一杯来喝。这有什么？紫藤，去小厨房做2杯奶茶过来，加珍珠的呀。而苏婉婉却直接被加珍珠3个字雷在了当场，不是她理解的珍珠吧？也许是这个朝代的珍珠。苏婉婉心跳如鼓，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是眼巴巴地看向门口。母后，此款奶茶是母后研制的吗？是啊，婉儿觉得如何？好喝你就常来喝。你知道吗？奶茶不仅可以加珍珠，还可以加红豆、加布丁、加芋圆、加椰果。其实苏婉婉这时是有一种赌一把的心态，对于皇后她并不熟悉，皇后是不是如表面看上去那么和善，她也未可知。不过就算皇后告诉众人，她苏婉婉是穿越而来，应该也没人相信吧？搞不好还会给她自己扣上一个神神颠颠的帽子。可现实就是苏婉婉确实是想多了。皇后听着苏婉婉说出了加芋圆和椰果后，就惊喜地看向苏婉婉。天王盖地虎。皇后期待地看着苏婉婉。宝塔镇河妖。你们都出去！皇后直接挥退了众人，做出一副和苏婉婉促膝长谈的意思。
皇后听苏婉婉简单说了自己的事情后，就语带怀念的跟苏婉婉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皇后名叫吕如英，是现代一名从事古代女性性格及心理研究的学者。吕如英在现代除了研究宫斗和人物心理，最大的爱好是做美食和旅游。没想一朝事故，自己却意外穿越到了南秦朝，成了同样30岁、同样叫吕如英的皇后，还是4个孩子的母亲。穿越来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斗白莲、抓绿茶，把一众小三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如今5年过去，季恒对她也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哇，那之后我是该叫您母后，还是叫您姐姐呢？苏婉婉懵懵懂懂的表情和疑问的话，让吕如英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婉儿，你想叫什么就叫便是。不行不行，还是叫母后吧。哪天叫秃噜嘴了，或者要是不小心让殿下或者父皇听见了，非以我不敬皇后，打我一顿板子不可。母后对婷婷有什么看法？其实，在苏婉婉说她是在那日穿越过来之后，吕如英就有所猜想，当即直接问道：“那现在的婷婷是我现代的闺蜜，我俩一起穿过来的，挺好的。”吕如英的笑容淡了一些，可怜那个孩子了。而此时，正在被吕如英和苏婉婉提及的季思婷，正坐在青云居的书房中发脾气。罚抄简直太讨厌了，是我平生最讨厌，没有之一。讨厌就记住教训，下次不要做危险的事情了。你还说我还有好多遍呢，我不想写啊。要不你模仿我的笔记替我写啊？想什么呢？快写，不然我拿戒尺了。别，我写。快点写，写完教你去骑马。真的，自然是真的。苏婉婉从皇后的凤仪宫出来时，已经接近傍晚。苏婉婉想着季思婷也差不多该从学堂回来了，便没有回东宫，直接去了朝阳宫。婉婉，你怎么来了？哎呦，这朝阳宫里怎么充满了一股酸臭味儿？要说酸臭味儿，那也得是你们东宫才对，我这可不值一提。怎么样，今天与夫子相处得很愉快？还可以吧，今天和他一起骑了马。好事儿啊，怎么还不开心了？你说徐子卓他到底什么意思吗？你说他不喜欢我吧，我都不信，可是他为什么就没有下一步动作呢？这个兴许他有他的计划吧。苏婉婉对徐子卓接触其实并不算多，基本都是和季思婷有关，所以他对徐子卓的了解并不比季思婷多。季思婷想不出的问题，他在这方面也帮不上什么忙。烦死了，算了，不提他了。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哎，你这一说，我倒是觉得有个人兴许能帮你想想办法。谁啊？太子哥哥吗？那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敢跟他说。不是，是母后啊。苏婉婉略带神秘地对着季思婷说，大脑也是豁然开朗。她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找吕如英可行，不管是她的专业还是身份，应该都能给季思婷提供一些思路和帮助。你没搞错吧？为什么是母后呢？苏婉婉便毫不隐瞒地把吕如英今日和她说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讲给了季思婷听。我操，明天学堂正好休假，婉婉，你明早就陪我去给母后请安。约定好明日一起去请安的时间，见已经到了晚膳时间，苏婉婉便告辞，回到了东宫。进了房间，走了没几步，人便定在了当场。因为书桌前，季凡尘正在翻看他上午的罚抄，而那脸色看起来好像并不美丽。糟糕，出去玩得太美，把这茶忘得一干二净了。苏婉婉仅仅1秒，就在向前和后退之间选择了向前。阿晨，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季凡尘抬眼看着苏婉婉，手里拿着苏婉婉的罚抄，没有说话，也没再有任何动作。阿晨，你怎么不说话呢？对于这个，婉儿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季凡尘回到东宫，看到了这3篇的罚抄，第1篇写得不错，第2篇字迹开始潦草，第3篇他真的可以说只看到了很多错综复杂、弯弯曲曲的线，一个字都没看出来。那个上午写的时候带着情绪没什么感觉，可现在再看才发现，那时我难道是用意念写的？纸上那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写了33遍，一个字都没有少。是一个字都不少，就是一个字都看不懂。季凡尘心里想着，面上却看着苏婉婉笑了。苏婉婉看到季凡尘的笑，不但没有松口气，还顿时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季凡尘下1秒就笑着对苏婉婉说：“婉儿，我们玩个游戏吧。”不好，不要！当我傻吗？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游戏。苏婉婉走到季凡尘身边，对着季凡尘耳边轻声：“阿晨，我不想玩游戏，我们去用晚膳好不好？我都饿了。”季凡尘面上不显，心里已经软得一塌糊涂。尤其是苏婉婉娇软的声音，更像是无数根羽毛扫过他的心，令他心痒又渴望。季凡尘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婉儿要是想，为夫自然会尽力满足。只是现在时辰尚早，咱们先玩游戏，然后用过晚膳再去满足婉儿哈。谁想要了？我干什么了我？这个男人怎么能把荤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如此的不要脸？还有，为什么人家都能成功的美人计，在他这就一次都不管用呢？好吗？玩就玩吧。婉儿，来，我们玩的游戏就叫我指你读，我会在这张纸上随便点到一个字。婉儿呢，要在3秒内告诉我这个字写的是什么。答慢了答错了，可是都有惩罚的哦。
等等，阿晨，你让我想想。苏婉婉觉得她至少需要时间把我不该不顾自身安全冲动行事。我错了，这几个字的顺序记下来。婉儿还需要想什么呢？婉儿写了33遍，一个字都不少。而且我们只玩我指你读，又不是玩我指你猜的游戏，不需要准备，你只要大声的念出来就行。我要开始了。季凡尘收起了罚抄和戒尺，低头看着苏婉婉。小人儿蹲在桌边，捧着双手吹着气，不时还抹几下眼睛，那样子可怜又可爱。季凡尘心疼的厉害，站起身伸手便要去扶苏婉婉。别碰我！家暴的男人最可恶，真当我苏婉婉好欺负了是吗？婉儿，先起来好不好？我起来干什么？起来你接着罚我吗？我做什么了？我不就是罚抄写的乱了点吗？那我重写就是了，至于动手吗？苏婉婉是噌的一下站起身，对着季凡尘就是一通吼。他不管了，他要反抗，今天他就要闹，而且他也是做好了闹到底的准备。喂，吵架了知道吗？你这是干嘛？黄牌警告啊！我告诉你。婉儿，我知道你心里对于那天的危险并不以为意，对吗？对，你说的都对。咋地？打完还打算训话呀？婉儿，不要做让自己有危险的事情好不好？那天要是遇到个会武的，那把刀伤到你们可如何是好？答应我，在我没在身边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我不想你受伤。季凡尘的声音很轻，拥着苏婉婉的手却在收紧，好像一直在苏婉婉眼中毫无畏惧的男人也有软肋一样。苏婉婉一下子就无语了，她都做好了将吵架进行到底的准备了，可是这人怎么可以这样犯规？这种关心对于苏婉婉前世这种父母不在身边，缺少家人关注和需要的人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解药。苏婉婉，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子，会被季凡尘吃得死死的。婉儿，我们先去用晚膳好不好？哼，手疼，吃不下。没关系，为夫喂你吃。第二日一早，苏婉婉睁开眼睛时，季凡尘早已经去早朝了。苏婉婉把今日的写完，又把昨日的最后一页重新写了一遍，见时辰差不多，便去和季思婷会合。婉婉，你没睡好吗？眼睛看着有些肿。别提了，昨日回去就被你太子哥哥罚了。罚了？小点声。不是，婉婉，我就是觉得惊讶，罚哪了？关键苏婉婉这也不像挨罚的呀。首先看苏婉婉这走路的样子，腿肯定是不酸，那不到下不了床的地步，那叫挨罚吗？看刚刚苏婉婉做教撵下教撵的样子，也不像是屁股，要是屁股怎么也得坐不下吧？手那就更不可能了。苏婉婉刚刚让他小点声，手直接拍到他的身上，那也没问题啊。手呀，就是这。伤呢？好了呀，昨晚上了药，今天一早发现没事了。有异性没人性的大猪蹄子，想当初对我时就是俩手各时，我的手可是肿了整整5天，现在到自己媳妇了可倒好，一晚上就好了。合着媳妇是亲的，妹妹是买彩票送的呗？不对，这年代没有彩票，可能是龙卷风刮来的。婉婉，我们走吧，说多了都是眼泪。瞧你说的，那要是亲媳妇儿，那不是该宠着疼着，一下都不罚吗？不，这方面我有发言权，你还是和他们接触的太少。以我这么多个月和太子哥哥和徐子卓相处的经验看，他俩能成为朋友是有原因的。他俩属于一类人，就是平时疼你宠你，容忍你的一切，但对于原则性问题，那罚起人来也是绝不含糊。快坐，往后私下不需要这么多礼节。那不行，要万一成了习惯，被父皇看到就惨了。要不说你和婉儿关系好，说的话都差不多。母后今日我们前来是婷婷有一事儿，我也拿不准，便跟婷婷建议来母后这讨个主意。你们说，母后可知道徐子卓这个人？你们说的徐子卓是徐大学士家的公子吗？略有耳闻吧。母后，我喜欢徐子卓，他现在是学堂的夫子，我喜欢他，我感觉他也是喜欢我的，可是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任何行动。母后能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吗？这事儿我也不敢冒险和父皇和太子哥哥说，怕他们直接否定，那就没希望了。吕如英听到了季思婷的话，也惊讶于她的坦诚，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苏婉婉和季思婷的信任。虽然之前她就觉得这两个人不错，现在好感度就是不错再不错一些。吕如英把记忆里有关徐大学士家的事情都过滤了一遍，才缓慢的开口。我不知道我猜测的是否准确，据我所知，徐大学士家属于规矩比较森严的，做事情一板一眼，必须按要求行事。如果真像婷婷你所说，徐子卓也是喜欢你的，有没有可能是他怕你嫁过去受不了他家的规矩呢？徐大学士家的规矩很多。是的，据说早晚请安，事后公婆，说话走路，为人处事都有一套规矩。之前几次宴会上见过大学士府上的夫人小姐，的确是规矩懂礼的很。如果徐子卓的家里是这样的话，那
那徐子卓会想什么解决办法呢？他们这样的家庭，徐子卓如果提出分家单过，那无异于是一场家庭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如果我是徐子卓，我可能会选择先建功立业，得到一官半职，御赐府邸，然后顺理成章地搬出来独立生活。只不过这样一来，时间应该不会短，而且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拼搏，而不是世袭大学士的职位了。可吕如英思考的也确实是徐子卓线下遇到的难题。他可以请他父亲去求皇上赐婚，可他实在不忍心看着季思婷婚后被约束、被限制，不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所以他在想直接参加明年的春闱。以他的水平，进3甲应该不成问题。到时有了差事，有了府邸，再去请求赐婚。至于能不能世袭徐大学士的职位，与娶季思婷之间比较，那简直不值一提。春闱在明年3月，这还有4、5个月，到时阅卷、放榜一系列忙活下来，就算他进了3甲，那大婚估计也得至少在后年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季思婷觉得今日他真是找对人了，要不打死他，他也想不到这些方面去。而且他现在心里乱糟糟的，就指着苏婉婉和吕如英想办法。如果婷婷大婚后让徐子卓和婷婷一起住在朝阳宫呢？这很难吧？古往今来，朝朝代代也没有外男住在宫里的案例吧？母后这实际是前朝和后宫之间这座独立的宫殿，所以只要到时不让徐子卓到后宫走动，就没什么可顾虑的。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皇家人丁本来就不多，如果抓住婷婷嫁出去，父皇就少了一个小棉袄，而且也不能像在宫中一样时常见面，想子女在身边的乐趣，这点来说服父皇。母后看是不是希望还是挺大的？我不确定这个方法是否可行，但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那母后可不可以去和父皇说说这事儿？我想嫁给徐子卓，我也不要去大学士府。你呀，怎么不知羞呢？母后有所不知，我们婷婷2辈子，这可还是初恋。切，说的好像你们不是似的。是啊，吕如英看着苏婉婉和季思婷的样子，不禁也想到了自己曾经的闺蜜，以前也是这般斗嘴打趣。是，我们是，可是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人，不用恨嫁呢。对，你们都是成双成对，就我一个孤家寡人，还请2位美女大发慈悲，垂怜小女子，赶快给小女子出主意，争取让小女子早日脱单，好吗？这样，我等皇上这2天来时，会试探一下皇上对于婷婷出嫁的态度。我呢会多多的表现出舍不得，表现伤感，看看皇上是个什么意思。婉儿呢也一样，回去后找机会试探下晨儿对于婷婷出嫁的态度。如果能问出对未来驸马的要求，那自然就更好了。婷婷就一个事情，明日去学堂试探下，咱们猜测的是否是徐子卓所想。如果是，咱们就进一步行动；如果不是，咱们再调整方向。好，记住啊，都是点到即可，不要急于求成。阿晨吃肉，晚间天凉，我特意让膳房做了一道汤锅，里面放了很多种菜，还有羊肉，你尝尝味道。阿晨怎么不吃呢？婉儿，今日又犯什么错了？没有啊，我今日和婷婷一起去给母后请了安就回来了，什么也没干啊。那是罚抄没写？写啦，什么事情都没有，放心了，快吃吧。真的，我发誓。阿晨，对了，阿晨，我和婷婷一起去给母后请安，我有种特别的感觉。什么感觉？感觉母后有父皇，我有你，可婷婷好像还是一个人，好可怜。婉儿，别操心了，婷婷还小呢。怎么就还小了？不小了，这马上就15了，我不才16吗？不也已经大婚了？那照婉儿的意思，我们给婷婷该寻摸个人家了。为什么一定要帮她寻摸呀？不能让她自己选吗？她能认识几个人，总不能半个公主选夫会吧？那阿晨，你对婷婷未来的驸马有什么要求吗？婷婷未来的驸马必须为人正直，要对婷婷好，真心喜欢婷婷当然最好。另外还得是一个可以管得住婷婷的人，省得到时婷婷婚后和我婉儿一样上房揭瓦。谁上房揭瓦了？你才上房揭瓦。哎呦呦，让朕看看朕的皇后这是怎么了？皇上，臣妾忽然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孩子们都长那么大了。皇后可是觉得朕老了？基石如玉，烈松如翠，狼艳独绝，是无其二。皇上别瞎说，皇上可不老。臣妾只是忽而有些感叹，孩子们一转眼都到了大婚的年纪，几个儿子还好，臣妾就是只要一想到婷婷要出嫁，就心里难受的紧。婷婷可是臣妾唯一的女儿呀。不难过呀，不难过，大不了咱不让婷婷嫁人了，就留在咱们身边，反正咱也养得起。皇上说什么呢？那怎么能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哪有不让女儿出嫁的道理？那皇后想怎样啊？嫁出去你舍不得，不嫁出去你又不同意。臣妾想着能不能给婷婷招个驸马进宫，这样既可以把婷婷嫁出去，又可以不离开臣妾。好，就按皇后说的办。真的吗？皇上金口玉言，不可以反悔哦。去，反正婷婷大婚也得是好几年后的事了，到时再说。公主可是有何事情？是有一事想与父子分享，我要大婚了。公主要大婚了，
是呀，父皇已经准备赐婚了，到时就不需要麻烦夫子每日给我上课了，夫子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而书桌另一边，一向运筹帷幄的徐子卓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如遭雷击，他真的是愣在当场，久久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好希望这是一个梦，或者刚刚他听错了。可季思婷的反应告诉他，这确实是真的，毕竟谁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对方是哪家的公子？这个现在我还不能说，需要保密。等过几日父皇的赐婚圣旨下来，夫子自然就会知道了。呀，夫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脸色如此不好？要不要请个太医来看看啊？徐子卓没有回话，就这么痴痴地望着季思婷。房间里呈现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就在季思婷以为下一刻徐子卓就会说出他最终等待的那句“别嫁给别人，我想娶你”时，徐子卓竟然一拍桌子，转头就向门外走。夫子，你要干嘛去？我去求见皇上，请求皇上取消赐婚，我要娶你。哎，你等等，你回来，我是逗你玩的。真的是逗我的，根本没有赐婚这一回事儿。事实上，徐子卓根本没怎么用力，刚刚经历过一遭失而复得的大宝贝，他又怎么舍得下狠手？不过想到自己刚刚以为季思婷要嫁给别人的时间里，那种生无可恋、心如刀绞，甚至打算私奔抗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阻止这门婚事的心情，徐子卓真的是气到咬牙。小姑娘竟然真的用这种事情来开玩笑，这种事情怎么能拿来开玩笑呢？那还不是你什么都不说，我想知道你的心意才出此下策的。我以为我的心意你是知晓的，你以为管什么用？我要你说给我听才能知道。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听完，我会求皇上为我们赐婚，等我几个月可好？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春闱过后就好。你要参加春闱吗？到时入朝为官，自己见父，我便立刻求皇上赐婚。委屈婷儿再等几个月好吗？不好。如果我能解决府邸的问题，不用等春闱过后，你可愿相信我？自然愿意。虽然不确定季思婷想做什么，但这种两个人为了未来一起努力的感觉真是很好。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问我，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你们父皇这边口头答应了婷婷婚后住在宫中的事儿，你那边呢？阿晨希望对方是真心爱婷婷，又能管得住婷婷的人。婷婷那边已经和徐子卓说开，算是在一起了。而且春闱的事也是和母后猜测的一样。下一步的重点是先让皇上知道徐子卓的存在。如果皇上这边点头同意婷婷和徐子卓在一起的事情，那这件事基本上就成功了80%了。皇上，您可曾听过徐子卓这个人？婷婷的夫子还可以，人品朕不知。不过单看婷婷这几个月学业上的进步，看得出此人能力上应是不错。臣妾觉得徐子卓既然出自大学士府，又与晨儿私交甚好，臣妾心说晨儿交友的眼光自是不会差的。皇后所言甚是，皇后可是有什么想法？臣妾觉得徐子卓这个人，如若样貌和才华都不错的话，与婷婷年龄也相仿，那把他俩凑成一对，皇上意向如何？季恒虽然知道吕如英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但真是完全没有往季思婷的身上去想。季恒现在基本上都不管是徐子卓、李子卓、张子卓，他只是像很多有女儿的父亲一样，在这种时刻就怎么都觉得自家孩子还小，各种心酸和不舍萦绕心头，就是有种自家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婷婷，你怎么说？父皇，儿臣愿意。嫁人就那么好，舍得父皇和母后，女大不中留，古人诚不欺我。好，自然好，省得整天被你们塞狗粮。怎么会？儿臣怎么会舍得父皇和母后呢？母后都跟儿臣说了，父皇舍不得儿臣，父皇同意儿臣婚后和驸马一起住在宫里，儿臣嫁了人，又不会离开父皇和母后，儿臣真的特别感谢父皇。季恒刚想说他什么时候说了，忽而想起之前在御花园里的那一幕幕，季恒恍然大悟的看看吕如英，又看看季思婷，合着你们是在这等着朕了？父皇，给我和徐子卓赐个婚，好不好嘛？朕对徐子卓并不了解，待朕了解过后再做打算。今日正好都在，不如臣妾派人去把晨儿和婉儿找来。晨儿对徐子卓应该是极为了解，婉儿也在学堂读过书，也可以听听婉儿的意见。也好。今日叫你们前来，也是想向你们打听一个人。晨儿和婉儿觉得徐子卓这个人如何？人品、外貌、才能各个方面都说说。人品、外貌、才能皆是上乘。儿臣觉得徐夫子相貌堂堂，人也和善，教书认真负责，是个值得信任之人。得到了两个人的答案，吕如英直接含笑看着季恒，季恒直接无奈的摆摆手。行吧。母后为何忽然问起子卓？父皇刚刚是同意了何事？可否说与儿臣一听？婷婷求朕为他和徐子卓赐婚，朕同意了，并且答应他们婚后住在宫中。父皇，儿臣不同意。
太子哥哥为什么不同意？太子哥哥也说了，徐子卓才貌既然上乘啊。婷婷，你对子卓有意，婚姻不是儿戏，你可有考虑清楚哦。被纪凡尘的眼神和严肃的语气震慑，季思婷刚刚建立起来的豪情壮志，就如那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消失得一干二净。是啊，我考虑清楚了，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晨儿如何想？季恒是在场人中听到纪凡尘说不同意后最为淡定的一个，他相信纪凡尘那么说一定有他的理由，而他也愿意听纪凡尘的每一个想法。父皇、愚公，子卓可为我超之能臣，于此儿臣又与子卓私交甚好，所以儿臣想冒昧请求父皇，可否等儿臣明日问过子卓的意见再行决定？好，那就明日直接宣徐大学士和徐子卓到紫宸殿再做决定吧。你们今日都先回去吧。徐子卓虽然没有和季思婷通过气儿，但今日忽然收到学堂放假的通知，又让他和他父亲一起进宫面圣，徐子卓就感觉大概是要研究他和季思婷的问题。徐子卓今日也是做足了心理准备，连衣裳都换了崭新的。都是自己人，本宫也不绕圈子。子卓，你对婷婷何意？回皇上，太子殿下，安和公主是微臣心之所属，此生唯一，微臣请皇上和太子殿下成全。如果父皇和我同意你和婷婷的婚事，可是条件是你们婚后要住在宫中，你可愿意？微臣愿意。皇上万万不可！徐大学士这下可不干了，直接跪在了地上。父亲，大学士何出此言？为何不可？皇上，历朝历代，古往今来，没有这个规矩和惯例啊！皇上，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历朝历代那子子孙孙还成群结队的，朕这里就这一个嫡出公主，朕就想留在身边。怎么，朕的宝贝公主还配不上你儿子吗？季恒现在是寸步不让，既然这是皇后和女儿的愿望，那他自然是要必保达成。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子卓是老臣最小的儿子，也是老臣最为器重的儿子，老臣也是同样舍不得啊。大学士尽管宽心，你儿子还是你儿子，朕要的是女婿，不跟你抢儿子。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季恒完胜徐大学士，应马上入冬。最后徐子卓和季思婷大婚的日期定为来年3月初8。不过季恒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第一，大婚当日婚宴洞房要在大学士府里举行；第二，徐子卓和季思婷要在大学士府里再住2天，待3朝回门之日再回宫中居住；第三，徐大学士有事情找徐子卓，徐子卓可以随时留宿大学士府。张公公跟我说说，今日紫宸殿上都发生了什么呗？皇上和太子用心良苦，张得力自然也没有必要隐瞒，就把纪凡尘如何说，徐子卓如何答，以及季恒和徐大学士对话，都一五一十的讲给了季思婷听。哇！父皇万岁！落叶飘飘在眼前，转眼已是冬10日。自入冬以来，季思婷去学堂中上课的时候是越来越少，大风天请假，大雪天也请假。婉婉，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个想法想跟你商量。看到季思婷熟悉的准备搞事情的表情，苏婉婉立刻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不，我不想，我不要，我不做。我都还没说呢，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婉婉，你别拒绝的那么干脆，先听听我的计划嘛，保证万无一失。婉婉，徐子卓的生辰快到了，我想去给他买个礼物，但是又不知道买什么，所以想找你和我一起去。就这？季思婷听到苏婉婉语气中的松动和机会，立刻再接再厉，把脸凑了过去问道：对呀，是不是很简单？简单，晚上我跟你太子哥哥说一声，我和你一起出宫不就行了？不，婉婉，不能告诉太子哥哥，不然我逃课的事儿不就露馅了。哦，那我不去。而且宝贝儿，你不觉得其实你不折腾就是送徐子卓最好的礼物了吗？不要，这是我和徐子卓在一起后他的第一个生日，我一定要送他个有意义的礼物。婉婉，你真的不能陪我吗？宝啊，不是我不想陪你，只是现在风头正紧，爱莫能助啊。那好吧，那我自己去选，要是有拿不定主意的，我再来找你，你帮我参谋参谋。今日休假，用过早膳带你出宫走走。好呀，那还等什么？快点出发吧。婉儿想去哪里？那我们就随便逛逛吧。我想吃丞相府附近的糕点，还有我们去醉香楼用午膳，好不好？好，小柴猫。阿晨，前面就是醉香楼，我们现在去用午膳吗？婉儿，学堂这会儿应该快要下学，我与子卓也有段时间未见了，咱们去学堂叫上子卓和婷婷，再一起去醉香楼用膳吧。而苏婉婉在听到纪凡尘要去学堂时，脸上的笑容忽然一滞。今日出来，她只带了小桃，一共只有几分钟的路，让小桃现在跑去报信，眼看也不现实。如今她只盼着今日不冷不热，阳光正好天儿。季思婷没有翘课，而是规规矩矩在学堂里。师兄今日前来，可是有事？今日我和婉儿出宫，恰好路过附近，来看看你和婷婷，顺便一起去用个午膳。婷婷呢？怎的还没出来？师兄，公主今日说臣起时身子不适，所以派人来告了假。对于徐子卓的话，纪凡尘倒是没有什么怀疑，相反，他还在未近期确实对婷婷关心少了而有一些愧疚。阿晨不用紧张，应该没什么事儿的。回宫后我就去朝阳宫看看。好，一会儿再买些婷婷喜欢的试试，到时我和你一起去。婷婷不在，子卓和我们一起去用膳吧。正好我还有些事情要与你说。徐子卓本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可听到纪凡尘有事与他说，也只能硬着头皮同意。
小啊，你们这还有什么特色菜？再给我推荐推荐。前几天你推荐的菜味道都很不错，今日照常，推荐的好，姐姐我重重有赏。对了，前天的果酒很好喝，再帮我上一壶，还有那个冰碗也再来一个。跟着过来，把这位小姐这几天还有今日点过的推荐菜都上一遍。对了，包括果酒和冰碗儿。太子哥哥，坐，金永山，来吃，尝尝我们小公主给我们找来的推荐菜。几个人各怀心事的吃完了这一顿饭，而季思婷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注意力都在看看徐子卓，看看季凡尘，再和苏婉婉对眼神而上。婷婷这个月一共告假了几天？到学堂上课了几天？师兄，子卓，你的问题之后再说。是。徐子卓自知理亏，这个时候也不敢再多说。怎么？婷婷还需要思考多久？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需要我找人到学堂去查？我说，这个月过了25天，休假2天，上课8天，告假15天。好，很好。说说吧，你是如何周旋于宫中和学堂之间的？季思婷现在明白，她处境已经是到了坦白从严、抗拒也从严的地步了。就是我向学堂告假说身体不舒服，让学堂以为我在宫中，然后在每日上学堂出宫的时间按时出宫，让宫里以为我去了学堂，然后你再在下学堂的时间回宫，中间的时间就自由行动了，对吧？子卓，你如何看？是子卓疏忽，未及时察觉，请师兄责罚。这么多年，徐子卓在季凡尘面前一直都是云淡风轻，两个人是师兄弟，可更像是相谈甚欢的好友。虽说有些时候也会在某些事情的看法上有分歧，但像今日这样严肃的氛围还是第一次。念在是第一次，责罚就免了。不过子卓，婷婷的性格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再跟你确认一句，你对她的心有变化吗？或者说你可以护她周全吗？不变，子卓此生不悔，请师兄放心。子卓知道今后如何做了。这是至今为止季凡尘对徐子卓说过最重的话。那我就再信你一次，婷婷。苏婉婉的一声惊叫直接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同时也打断了季凡尘接下来的话。察觉到什么，苏婉婉直接弹跳了起来。她的大姨妈这是成精了吧？怎得来的如此及时？苏婉婉没有1秒钟的犹豫，快速凑到季凡尘的耳边，跟他说了现在的处境，并提出需要立刻回宫。子卓，我和婉儿有事要即刻回宫，婷婷是交给你还是我带回宫？交给我吧，师兄。晚膳前我会送公主回宫。公主是和我在这堂还是回青云居？回青云居吧。夫子，你这是干什么？不是要和我谈吗？别动，就这样谈。25天中，公主告假的15天都做了什么？我给你选了礼物。选礼物用了15天？那倒不是，前10天就在宫中待着来着。那接下来的几天，公主又出宫干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干啊。说谎、逃课、喝酒、吃冰，这还叫什么都没干？公主还想要干什么？狗男人玩真的了，狗男人这是要玩真的了。我错了，我错了。公主可知，为了做出到学堂的假象，只带着一个太监和2个宫女出宫，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万一遇到突发情况，你连自身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我错了吗？我知道错了。季思婷是越在疼痛之下，思维就越清晰，这方面她确实没有意识到，所以此刻认错也是认得毫无负担。最后20下作为警告，希望公主记住，再有下次就是40。还有。徐子卓，你大爷的！再打就烂了，打烂也比丢了命强。你丢了命，我怎么办？那一日，青云居外的很远都是季思婷哭喊和认错的声音。那天下午，季思婷后来和徐子卓闹了好久的小脾气，主要思想就是季思婷对徐子卓说：“你不心疼我，不爱我。”徐子卓真是连哄带陪的，才算把人给哄好。时光匆匆，除夕悄然而至。安和公主到，臣等给安和公主请安。起来吧，大家随意。出来，跟我出来。怎么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公主也有落荒而逃的时候。安庆殿与御花园相隔不远，徐子卓跟随着季思婷的脚步走到了御花园站定后，笑着打趣道：“你还说我都没有心理准备，忽然那么一嗓子，吓死我了。往年不也见识过？往年我都是跟着父皇母后他们一起来的，那感觉不一样。今年也不知道为了见谁。好，都是为了我。那你是喜欢以前的我，还是喜欢这半年的我？”我对公主始于听闻，心动于相见，终于此景此刻此人。年后就不去学堂上课了，那大婚前我想见你一面是不是就难了？不会的，年后我就会去礼部任职，你要有什么事情就派灵儿他们来找我，我自会想办法与你相见。谁在那边？谁在那边？见过3皇子4皇子3皇兄4皇兄。你是婷婷。说话的是皇后的第3个儿子季明阳，身后淑妃娘娘的儿子老四季浩宇也是同款的诧异，也别怪他们不敢认，他们跟着林大将军去西北大营，也已经3年未回京都。都说女大十八变，3年不见，妹妹真是出落的越发标致了。婷婷，你在这干嘛呢？
察觉到是自己心爱的妹妹后，季明阳满心警惕地看着徐子卓。这人是谁啊？是父皇给你指的那个驸马？当真的看到心爱的妹妹依偎在别人怀里时，瞬间就有种自己宝贝被猪拱了的失落。他不认识徐子卓，现在也是完全不想认识。三皇兄、四皇兄，你们放开我呀！两个人拉着季思婷，一下子就消失在了徐子卓的视线中。徐子卓就隐约听到了一句：“叫什么皇兄？太见外了！婷婷以后就叫三哥和四哥，听到没？”三哥、四哥，你们在西北时这会儿冬天都有什么好玩的呀？那可就多了，打雪仗呀，喝酒呀，实在不行起码出去打个猎，猎个兔子、野鸡之类的架火烤肉吃。哇！三哥、四哥，哪天你们也带我一起去打个猎呗？我还没见过打猎的场面呢，光是听听我就激动的不行了。当然没问题，能行吗？三哥，这可是京都，在父皇和太子皇兄的眼皮底下呢。到时看吧，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咱们早去早回，而且凭咱俩就算遇到事情了，那还能保护不了婷婷了。那倒也是。三哥、四哥，你们真是太好了，我爱死你们了。而听到妹妹夸赞的两个人也是同样的满脸喜悦，也不知是谁创造了妹妹这种生物，简直是太可爱了，有没有？对了，长高了。太子皇兄，婉儿，这位是三皇帝明阳，这位是四皇帝浩宇，他们跟随林大将军在西北，今日刚刚会朝。三皇帝、四皇帝好，皇嫂好。太子哥哥，你的眼里就只看到三哥和四哥吗？还有我呢？季凡尘的重点却完全没有在小姑娘争宠的心思上，而是听到了季思婷亲近的喊着三哥四哥。虽然一直以来其他弟妹称呼他太子皇兄时，季思婷称呼他太子哥，他就觉得甜甜的很顺耳，可和三哥四哥这声太子哥哥就显得疏远了。季凡尘心中一股不知名的情绪闪过，让他感觉不是很愉快。以后直接喊大哥。三哥、四哥，你们慢点儿。婷婷，再坚持一下，出宫后三哥带你骑马哈。婷婷坐好了。三皇子竟然和小太监骑一匹马！你刚刚说的什么？再重复一遍。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的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行了行了，我就问你，你就答是与不是就行。刚刚骑马离开的是三皇子和四皇子。是。三皇子和小太监骑一匹马。是。走吧，日后把嘴巴闭紧点，不该看的事情别看，不该说的别说，不然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林佑安一边向宫中走，一边思考这件事情，他是汇报呢，还是不汇报呢？南秦朝一向算是比较开放，自古什么男子好男风，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这事情发生在三皇子身上，如果是误会，那自然是好；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是不是早发现，还能早预防，还能挽救一下失足少年呢？佑安，出了何事？今日进宫之时，臣正好看到三皇子和四皇子骑马出宫，三皇子的马上还带着一个小太监。臣后来问过守卫，守卫说是三皇子的贴身太监小喜子，臣不知道具体情况，只是觉得有必要和殿下说一声。我知道了，多谢佑安告知，我会去问清楚的。早些回去休息。三哥、四哥，这里真的好美啊，我们去打猎吧。走吧。三哥，那里。哇，射中了！三哥好棒！季浩宇把野兔捡起，三人继续前行。待季浩宇也成功开单，打到了一只野鸡的时候，正好也到了午膳时间。三哥，这里行吗？婷婷，坐在这边等着，三哥四哥给你烤肉吃。时间也在三个人准备烤肉还有吃肉的过程中悄然的流逝。等到三个人全部吃完又收拾完毕之时，已经到了申时。三哥、四哥，咱们现在回宫嘛？再打一会儿吧。浩宇，你说呢？三哥，我也想再打一会儿。可是再打一会儿猎，我们回宫不会晚吧？婷婷别急，没事的，三哥四哥自有办法带你回宫。放心吧，婷婷，没事儿。两个少年现在的心思完全在打猎上，对于季思婷的话自然也没有多做思考。在季思婷第一次问向季明阳，三哥四哥我们回去吧，天都要黑了时，季明阳和季浩宇终于是意犹未尽的收起了弓箭。婷婷别急，没事儿的，三哥四哥自有办法带你回宫。在军营，我和你四哥也晚归过，躲避掉巡视，回到居所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我才不是担心巡视，我是担心被大哥发现。那你担心不是更多余了？大哥和大嫂新婚燕尔的，大晚上的不在东宫睡觉，还能没事干跑去堵咱们，那也太闲了吧。而此时他们口中的大哥的确是很闲的坐在玉阳宫中，脚下跪着瑟瑟发抖的小喜子。小喜子，你家主子今日带出宫的小太监是谁？奴才不知道啊。小喜子，你要知道，不管你说不说，你家主子今日做了什么，本宫也一样会知道。可是对于你隐瞒本宫的罪名，你可承担得起？况且本宫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和你家主子一起出宫的小太监是谁？第二，他们去做什么？是安和公主，他们去打猎了。主子啊，你可别怪我，你们兄弟之间的事情自己去解决吧。我这个小弱小真的承受不住太子殿下的威压了。得喜，吩咐下去，派出20名暗卫自宫门到城门方向，分开寻找三皇子、四皇子的身影，发现后不做声张，速来汇报。三哥，宫门都已经下药了，我们到底怎么回宫？
这有何难？三哥带你飞进去呀，咱们就到龙户门那里，那里一向守卫少，然后神不知鬼不觉。三个人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段对话此刻已经由暗卫一字不差地传到了纪凡尘的耳中。厉害，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老三这么的厉害。将其他19人撤回来，埋伏于宫墙一侧，重点在龙虎门附近，有特殊情况直接控制住三皇子等人。得喜，召集20名侍卫，随本宫去龙虎门。对了，带上2个行动和板子。三哥，这宫墙得有7、8米吧？这翻过去能行吗？不管是多少米，三哥都可以保护好你。婷婷要是害怕，一会儿就闭上眼睛，数5个数，我们就到宫里了。大哥，你们是打算在这里说，还是跟我回东宫说？回东宫。东宫的小院内，季思婷、季明阳和季浩宇跪坐一排，3个人此刻都低着头，一副犯错认错的模样，可内心想的却大不相同。大哥是不是婚后生活不和谐？不然为啥真的这么闲？妈呀，第一次这么直面大哥的怒火，好像比林大将军更吓人。婉婉救我！太子妃，奴婢刚刚去提热水，看到前院里热闹非常，奴婢自远处看，好像是有人犯了错，太子殿下正在审问。是吗？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倒霉。奴婢好像在跪着的人中看到了安和公主，但是距离有些远，奴婢也不是很确定。阿晨，这是怎么了？婉儿，你怎么过来了？看你一直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过来看看，这是怎么了？婉儿不必操心，夜间寒冷，婉儿不可受凉，乖，去书房等我。婷婷，你来说。大哥，就是今日我让3哥4哥带我去打猎，然后打得太投入了，就忘记了时间，然后就想着翻进来。大哥，我错了。季思婷的声音越来越小，虽然无数次经验告诉她事情没有说清楚，只说我错了没有用，可季思婷还是加上了这么一句，要万一有效呢？不是的，大哥，是我要带着婷婷去的，不怪婷婷。季明阳看着季思婷可怜巴巴的认错，也是心疼的厉害。不是的，大哥，明明就是我提议让3哥4哥带我去打猎的。闭嘴！季明阳跪在地上，歪头呵斥了一声。季明阳从来没有对季思婷这么凶过，虽然知道季明阳是为了他好，可季思婷还是被这一声凶的一阵委屈，当然到嘴边的话也吞了回去。季凡尘看着这2兄妹互助互爱的场面，只觉心头怒火中烧。合着就你是他哥，我就是那豺狼虎豹。别着急，把责任往身上揽，该你担的一个也少不了。婷婷，去房中陪你大嫂，晚些我去找你。季凡尘的语气尽量转换成温柔，而季思婷却因为心虚，对于季凡尘的语气那是丝毫没有察觉。相反，对于晚些我去找你几个字却刻在了脑中。婉婉，快帮我想办法。大哥说一会儿要找我聊，他肯定要揍我，怎么办啊？我说你们怎么想到翻宫墙啊？要是真像电视剧中演的，侍卫一不小心把你们当成刺客，没看清人就直接射箭，乱箭穿心怎么办？别提了，我也是回到城内才知道3哥的打算，可那时宫门已经下药，不翻宫墙就要在外面住一晚，我觉得不踏实，就想着翻就翻吧，谁知道大哥正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婉婉，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哼，不然你以为我跑来干嘛？行了，我有办法，你就安心吧。所以你觉得你错在哪里？错在不该私自带婷婷出宫，不该晚归，不该翻宫墙。还有呢？我不知道了。浩宇，你觉得你们还错在哪里？大哥，是不是觉得我们没有顾及到自己和婷婷的安危？大哥，是我们错了，没有顾及我们的安全。没有顾及安危这个事情，现在是第一次，暂且不提。关于晚归和翻宫墙这2个藐视宫规的行为，你们可认罚？认罚。好，那每人5个板子，以示惩戒。大哥果然还是心疼我们的。至于晚归了1个时辰，又爱翻宫墙这个行为，那挨过板子后，就再徒手徒脚翻1个时辰东宫的这面宫墙吧。头可断，血可流，哥哥形象不能丢，忍住，婷婷就在不远处的书房中，一定不能叫出声。堂堂公主，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哥，我错了，我不该穿着太监服让3哥4哥带我去打猎，不顾安全，我错了。大哥，你婉婉救我。阿晨，你看婷婷都被吓成什么样子了，她肯定是知道错了，不如从轻罚过。苏婉婉想的是从轻等于不挨揍就行。不行，季凡尘没做任何犹豫的开口。季凡尘想的是原本就没打算揍季思婷，打扮成小太监出宫还晚归，罚禁足已经是最轻了，不能再轻了。阿晨，你之前说答应我一个要求，现在还作数吧？自然。我的要求就是这次不揍婷婷，当然其他的惩罚你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婉儿，你确定要拿要求来换？确定。好，念在你大嫂给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不做重罚，回朝阳宫禁足5日，好好反省，再有下次绝不轻饶。是，大哥，我这就去。徐子卓已经在礼部任职了1个月，自除夕那日后，他真的是有近1个月没有见到季思婷。夫子，我好想你，想你想到每日睡不着。公主别闹，我才不管，我报我未来夫君，谁敢说什么？
公主还知道自己有一个未来夫君，小没良心的，天天玩的不亦乐乎，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必须知道呀，我夫君多好呀，人好，脾气也好，我每天都会想很多遍，想很多遍，所以把自己想到禁足了。哎呀，夫子怎么还能一见面就戳人伤疤呢？都过去了嘛，不提了。距离大婚还有1个月，他现在只想让这1个月过得再快一些，快点儿把小姑娘变成自己的。汉文，后日卓儿大婚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回母亲府中布置采购，还有宴请，各个方面都已安排妥当。虽然卓儿和安和公主大婚后只在府中住2天，可毕竟是公主，各方面都不可怠慢了才好。是儿子知道。卓儿，皇宫不比我们府中，万事要三思而后行。既然是你自己的选择，又到了即将大婚的时候，祖母自然不再多说。公主的性子，祖母也有所耳闻。祖母的愿望自然就是你能够过得好。祖母，孙儿明白，公主生性活泼，但为人很好，孙儿一定会和公主好好相处。也希望这几天祖母还有父亲母亲多多包容。公主大婚的这2天，奴婢和双儿、雪儿、小林子、小鹿子他们都跟着一起去吗？不用了吧，你们3个跟着就行了，小林子和小鹿子就算了，又不是去打架。我可不就是怕你去打架，他们不是也能跑跑腿什么的？一共就住2天，跑啥腿啊？不是还有林墨、林宁了吗？灵儿，你到底想说什么啊？奴婢就是担心会有什么不确定的情况。哎呦，我的灵儿，你真是想多了。季思婷似乎是明白了灵儿的意思，不过她确实是并不在意。要说原主会怎么样，她不知道。可对于她这个从小在小说、电影、电视剧熏陶下长大的花季少女来说，就算演技不如专业演员那么好，可就只装2天乖孩子。她要是连这点都装不好，那她上辈子的20年岂不是白活了？2日时间一晃而过，很快到了季思婷和徐子卓大婚的日子。儿臣拜别父皇母后，父皇母后这2天保重身体，别太伤心。儿臣2天后就回来。去吧。什么场合也容你这般胡闹？大哥，人家今天大婚哎，别那么凶好不好嘛？还知道自己大婚啊？大婚后就是大人了，万事不可过于任性，尤其是这2天在大学士府，万不要惹出什么事儿来。大哥，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什么事情都不会有。最好如此，这2天多跟在子卓身边。知道了，大哥。子卓，我把妹妹交给你了，从今天起，希望你爱她照顾她，多多管着她。大哥，你觉得这画风对吗？人家妹妹大婚不是应该嘱咐人家别欺负我吗？管着我是几个意思？我才不怕子卓欺负你，我就怕你欺负子卓。行了，快走吧。子卓，我今日把婷婷交给你了，我跟你说，概不退货。大哥放心。接亲队伍从宫门出发，直奔大学士府，而纪凡尘则先回东宫，接上苏婉婉，再一起过去。徐子卓此刻坐于马上，身后是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路旁是驻足观望的人群，心中是无比的激动，终于把小姑娘娶到家了。皇嫂，我们去看看皇姐吧。好嘞，雨轩，走。大嫂，等等，我也去。皇嫂，皇姐的喜房还有多远？不知道啊，前面找个人问问吧。大嫂，你不认识啊？3哥、婉婉、轩轩，你们怎么来了？快来快来！怎么样，新娘子今天累不累？别提了，我可终于是体会你当初说的能吃下1头牛的感觉了。皇姐今天可真漂亮。嘿嘿，我们小轩轩就是会说话。这2天有信心吗？需要我出主意吗？没问题，放心吧，多大点事啊，我能搞定。婷婷，不要委屈自己，在这住的开心了就住2天，住的不开心就回宫去，派人来找3哥，3哥来接你都行，听到没？我知道，3哥。季思婷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她努力的吸了一下鼻子，压下即将夺眶的眼泪。她其实是幸运的吧，几个哥哥都很疼她。前几天2哥季文博去朝阳宫看她时，也是这么对她说的。她任性的赶在了几个哥哥前大婚，没有人有意见。此时此刻，如果可以许愿，她希望她的几个哥哥都能快些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婷儿告诉我，这不是梦对吗？对于这一天，徐子卓真的是幻想了太久，期盼了太久。之前只能根据纪凡尘口中的叙述幻想的人，如今真的成为了自己的夫人。越是这个时候，徐子卓反而害怕一切都是一场梦。当然不是，疼不疼？疼。嘿嘿，疼就对了，疼就说明不是在做梦，知道吗？我的夫子夫君子卓。知道了，我的公主夫人婷儿。不过这般感受的不太明显，夫人可否与我再细细感受一下？细细感受，再多捏几下嘛。季思婷当然明白徐子卓的话还有动作是在暗示什么，不过她还是故意摆出一副满脸疑惑、单纯又无害的表情。那是自然，婷儿想捏多少下都行。长纱散落，这一夜自然又是道不尽的旖旎风光。